爱妃听话，若是喜欢孩子呀，改日从宫中别的妃子那里抱来一个便是。可臣妾就喜欢这个孩子，臣妾知道陛下难做，那臣妾现在不说便是了。乖乖，吃东西。白三三乖巧点了下头，继续温温吞吞的用餐。启禀陛下，臣有一事启奏。说。前2日，战王殿下在王城之内行凶，杀死了大将军麾下的将士，如此行径已是触犯我天启律法。众所周知，我天启乃重法之国，如此行为影响恶劣，更让我国百姓自危，还请陛下彻查此事，也希望夏朝能给我天启百姓一个交代。说我们战王杀人，你们可有证据？就是，休得信口雌黄，污蔑我们战王殿下。殿下一向是非分明，从不杀无辜之人。战王殿下虽然平时的确很凶，的确有可能会杀人，但战王殿下可是我夏朝战神，岂容其他人逼逼赖赖？就杀人了又怎么了？你们战王杀人很稀奇吗？我家战王就杀人了，怎么了？白三三也往后看了后面的官员们一眼，而使团官员像是怕吓着了白三小姐，立马变回了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一脸老父亲的冲着白三三笑笑。这些大叔怎笑得如此奇怪？小姐本来素冷的神色也被白三三这话破了功。战王殿下，方才林大人所言是否属实？小姐冷眸微抬，可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骇人的力量忽然从她身上迸发了出来，整个大殿都起了一阵大风，场面突然混乱，天启帝和司马烈都变了脸色。小姐大手按住三三的小手，不气。白三三冷眸这才渐渐敛了起来。今天的三三好像很容易暴躁啊。乖乖，怎么了？想揍人。战王殿下，这里可是天启？本王可没有认为这里是夏朝，若是，那本王和司马大将军的位置恐怕便要换一换了。天启此时自然是想要借萧节滥杀无辜，坐实夏朝的朝臣在天启城当街滥杀天启臣之名，好借口与夏朝决裂，取消和亲，并把萧节留下。夏朝没有战王便不成气候，所以连高手也早早的隐藏好了。可在刚刚见识了那迸发出来的气场后，便不敢再轻举妄动。启禀天启国君，战王街头杀死大统领罗瑞也是无奈之举。我们白三小姐前2日在街上玩，谁知罗瑞统领带着天卫旗不顾我们白三小姐柔弱之躯，竟直接驾马，意图谋害我们白三小姐。各位请看，我们白三小姐多小一只啊，多娇弱，多弱不禁风啊！这般娇小柔弱的小姑娘，怎能经得起铁骑践踏呀？李大人的确所言不假，确实看上去风一吹就倒了，软软幼幼，仿佛柔弱不能自理啊。我们战王殿下实在没有想到，闻名大陆的天卫旗竟会做出这样的凶残之事。为了保护三小姐，下手重了点，才会错手杀人。明明此事是罗统领伤三小姐在先，如今却被有心人做文章，让我朝战王殿下蒙受不白之冤。不只是战王殿下，我们白三小姐也不能受这委屈，还请天启国君评评理，给我夏朝一个解释。好一个倒打一耙，原本是要问罪夏朝战王，现在说的反而是天启的不是的。不愧是白丞相方的文臣，将白丞相素来在朝堂上与武将争执时颠倒黑白的本事学了个精。不是颠倒黑白，只不过是添油加醋罢了。难怪此番出使天启，陛下特意让这几个人来。我天启又怎能听你们一家之言？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罗瑞统领伤三小姐在先？白三三见他们吵得热闹，不禁疑惑，为何不直接打？证据，我们白三小姐就是证据。白三小姐，如实告诉寡人，罗统领是否有伤你？白三小姐年纪尚小，还请天启陛下语气温和一些，免得惊着三小姐。白三小姐，罗统领是否有伤你？如实告诉寡人。你是说那个骑马的人吗？不错，如实告诉寡人。哦，他想骑马踩我。如何证明你所言属实？我不骗人。陛下，小孩子也可以撒谎，并不能证明他说的就是真的。信不信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但你若找事，我就不客气了。信不信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但你若找事，我就不客气了。白三三袖子轻轻动了一下，身旁带起一阵凉风，小手缓缓地放在身前。丫头不高兴，想动手便动手吧，反正估计对方都会以为是我做的，仇恨都拉到自己身上来，倒也无碍。这话让天启一众朝臣心里都有点好笑，这个小丫头还能怎么不客气？小毛孩子还这么嚣张，尤其这奶糯的话更是没什么杀伤力。萧杰冷笑，正要开口说话，便被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
老夫可以作证，白三小姐和夏朝使臣所言属实。顿时所有人都灵起了神色，司马烈也警惕地看向了外面，站起身。突然一封信飞向了殿内，司马烈飞身接住，将这封信打开，顿时脸色骤变。天玄门长老，天玄帝也凝神看向殿外，也缓缓站了起来。迎天玄门阁下。洛平带着楚甜甜和孙玲走进大殿，天启所有朝臣看向他们的眼中都露出了对待上宾的恭敬之色。哈哈，没想到洛先生今日便到了，若是先生通知一声，寡人也好单独为先生安排设宴接风洗尘嘛。天启国君客气了，我等非世族中人，不必这般繁文缛节。今日到便今日见，不必拘泥于其他。先生所言甚是，既然先生和二位阁下此时到了，那便快落座入席。今日正好为夏朝来使接风洗尘，便一同共赴美酒佳肴啊！那在下便却之不恭了。洛平颔首之后，便带着身后二人走向萧杰和三三所在的那桌。见过小师叔祖。顿时整个大殿内都静默了。你们也来了呀？来了就坐下吧。是，小师叔祖。不知洛先生和这位姑娘的关系是？这位乃是我天玄门小师叔祖。小师叔祖？可是这位白姑娘的年纪……这便是我们天玄门内部私事了，在下只是见到小师叔祖在此，去打个招呼罢了。方才听到诸位在讨论前几日天启城街头一事，似乎在质疑小师叔祖所言真假。此事当日的确是那位领头骑马的大人先要踩踏小师叔祖在先，所以战王殿下才会出手相救。若是天启国君不信，可询问我二位师侄。既然有洛先生作证，那便说明都是一场误会。即使罗瑞伤人在先，战王殿下失手错杀，也是情有可原。此事既然水落石出了，那便莫要伤了两国和气。今夜良辰美景，又是贵宾莅临，还莫要辜负才对。他话音刚落下，便有舞姬伴随着丝竹之声进入了大殿，翩翩起舞。丝竹之声一响起，方才大殿内剑拔弩张的气氛也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在这个时候，天启帝似乎才想起来夏朝此番前来是为和亲一般，也主动问起了夏朝二公主。陛下唤我灵儿便是。灵儿抬起头来，让寡人看看。灵儿自小也学了点武，似今日宾客众多，不知可否让灵儿献一回丑，助助兴。萧杰眼中浮现出一丝疑惑，安中也满是疑惑，今儿怎么感觉非但没有一点不情愿，相反还主动得很呢？女人都是善变的。他记得前几日这个公主还看仔细洗澡来着。而在宴会过后，夏朝使臣团和天玄门三位便被安排在了宫中，如此萧杰和白三三也就没有回客栈了。不是说你们天启国的一大特色就是娇奴吗？而娇人奴隶又多集中在王室贵族，怎的今日没怎么见到？那是今日于妃娘娘在场，咱们于妃娘娘啊不喜有娇人在场，所以陛下为了于妃娘娘高兴，只要是有于妃娘娘的地方就不会让娇奴出来。哦，是吗？于妃娘娘不喜欢娇奴啊？是啊。那也就是说宫中还有娇奴了？那是自然，娇奴都在宫里里司进行调教呢。这些娇奴啊是亡国奴，野性难驯，没那么听话，得调教好了才能被放出去伺候人呢。而且最近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吧？什么事啊？就是传闻娇奴叛变呢。前几日城内不是有好多娇奴都失踪了吗？大将军正满城抓捕呢，只要是抓到无主的娇奴就……原来如此啊。所以今日你们才没在宴上见到娇奴，刚好抽了这事儿，能放出来吗？可不是说娇奴野性难驯吗？那又是怎么驯服听话的呀？问到这个，宫女便没说了。战王殿下，前方便是北宫别院了，不知这位白姑娘是否与殿下同住一个院子？若不是，奴婢便带白姑娘去另一个院子。不必了，白姑娘与我同往，你下去吧。是。在他离开之后，安中便走上前。殿下。萧杰点了点头，表示听到了方才他套问的话了。晚上守夜时注意一下周围的动静。是，殿下。四月跟在三三身边，可却有点心不在焉。殿下，为何刚刚的宫女问到那话便不愿意说了？驯服控制人的手腕无非便是那些，他与你说作甚？何况又有泄露宫闱秘密之嫌。四月听到萧杰的话，面色便更有几分沉冷。见安中似乎还想问什么，淡声道：想问什么说便是。殿下，那位于妃为何当时非要白小姐不可？难道是觉得白三小姐讨喜？她想用我达到自己的目的。三三很聪明，这于妃和天启国君之间倒是也不简单。那刚刚宫女跟我说那么多做什么？也不怕泄露什么吗？因为你是男孩子，而且长得还不错。白三小姐说我长得不错。那我呢？安中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摊上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了，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紫气更好看。这个回答虽然让萧杰挺满意的，
但还是莫名有点不那么爽。他回头看了眼安中，安中立刻看向别的地方。殿下，属下先去四周查看一下。说完就一溜烟的跑开了。四月原本还有点沉郁的情绪，也被他们这番对话给逗乐了。主子，天启皇宫内似乎很少有灯火，可整个天启皇宫夜晚却依然很亮。白三三忽然停下脚步，抬了一下头，看向某个光传来的方向。四月也跟着看了过去，原来是那边。等我一下，主子。四月，去点灯。啊？很快天气就要黑了。那主子他很快就回来了。是。还好殿下让点了灯，否则院里不知道多黑呢。而此时整个天启王城都陷入了混乱。速速去查看，发生什么事了？嘿，又亮了。萧杰也轻拢了拢眉，看向天玉珠原本放置的方向。殿下，发生什么事了？院子周围忽然出现好多人，还有几名高手。萧杰看了一眼安中，来人，保护殿下和三小姐。瞬间数名暗卫出现在了院中，杀气腾腾。宫中或出现刺客，打扰战王殿下了。说完便带着人离开了。安中扬了一下手，暗卫们也瞬间消失了。殿下，做得不错。旋即看向眼前吃着零嘴的三三，拿到了。拿到了。主子是去拿了，可是为什么又亮了呢？安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刚刚整个天启城都忽然黑了，然后又亮了。莫非错过了什么？因为换了一个，所以变亮了。既然不能够亮多久，很快也会被发现，那为何要放上去？夜明珠不能持久发亮，而且一旦有人去看，必然会发现天玉珠被盗。白拿人家东西总是不好的，还一个回去也是应该的。主子这般还不如不还呢，这是存心要气死他们吧？下次若是有喜欢的东西，我去便是。若是不认路，跑丢了怎么办？日后想要什么，你就告诉我，从我这里要，明白吗？从你这里要，可是东西不在子期这里。三三喜欢的便是我的。白三三怔了一下，旋即眼睛也渐渐地亮了起来。贼呢？回陛下，我们赶到的时候，贼自已逃，没有发现贼人下落。是臣等失职，请陛下责罚。寡人罚你们有什么用？能把天玉珠找回来吗？寡人用国库养着你们，给你们最好的资源财宝，让你们增进修为，给你们最漂亮的女人妻妾成群，享受不完的俸禄。而今便是一句失职，就把寡人的镇国之宝丢了，尔等该当何罪？陛下息怒，息怒啊！暂时用这个办法，先晾着。记住，此事绝不可让外人知道，也不得传出去。还有，给寡人好好查查夏朝使团那边，看看贼子是否在他们当中。是，陛下。小玉有心事。主子，你和那个女鲛人认识？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应该是。若是有疑虑，你便去找她问问。好。而在4月刚离开不久，燕川就到了。我给你买了糖葫芦和烧饼，你要不要吃？白三三飞身从屋檐上落下。你知道我遇到什么人了吗？什么人？灵界的人。还好老夫跑得快，没有被发现。那小子估计来头不小，年纪轻轻就能跨位面了，也不知道来这里做什么，总觉得没好事。你没把你是白纸的事说出去吧？除了天玄门那个家伙，应该没人知道你还活着吧？还有你。我怎么能一样？你还记得我曾经的武器吗？记得呀。老夫记得以前好像是一把伞吧，很厉害的样子。你现在不是用大砍刀吗？那你可曾听闻我用过剑？没有，没听说过。老夫常年在北冥镇守，平时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跟黄花大闺女似的，哪知道那么多。三三表示他现在对小魂平日里经常说的那句话深深的表示赞同。好好一条蛇，可惜长了嘴。你不在意当初谁害死你的吗？在意，不过若那些人想害死我，那么以我现在的修为也杀不死他们。你说的对。而等我修为回去，那么他们也自然会出现。但你现在这么弱，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岂不是不就先把你搞死了？我等修行之人，弱肉强食，本就是此道法则。若是我因此丧命，也不新鲜。若我死不掉，当再找仇人报仇。不，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办？咱俩还是血气，你死了我不就也玩完了吗？我可不想死的。小川说的也是，那我会让自己活下来。燕川这下满意了，但还是不看白三三，就看着另外一边咧开了嘴儿。话说老夫刚刚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
好玩的是，正好我也有东西给你。啊，什么东西？白三三伸出小手，手中便出现了一颗闪闪发光、晶莹剔透的珠子。哎呀，这是什么宝贝？不知道，好像叫雪灵珠。给我了。给你玩的。正是因为想到小川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所以他才顺便去将这颗珠子拿下来。公主，是你吗？思月眼中也波动了一下，她缓缓摘下了自己的面纱。兰儿，公主，真的是你，公主！奴婢见过公主殿下。我此时也不再是交国公主，你也不必再跪我。不，公主永远都是奴婢的公主。别哭了，再哭就不好看了。奴婢再好看，也是没有公主殿下好看的。两人在一阵激动的相认寒暄之后才坐下来。公主长大了，身子骨也比以前硬朗了，也更漂亮了。小兰现在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公主怎么会在这里？而且还是和夏朝的使臣团一起来的。交国亡后，我便流落到人贩子手里，后来被主子救了，便跟在了主子身边。主子？公主说的是那位战王殿下吗？是那个孩子，是他。那自己在晚宴上岂不是……你呢？为什么会成为天启的妃子？一开始殿下知道天启为什么灭交国吗？不是为了扩充疆土吗？20多年前，天启国君看到了一幅画像，而那幅画像中的人便是交国皇后。你说什么？从那之后，天启帝便对皇后娘娘情根深重，只见了一面便独自一人跑到了交国来。说来也巧，那时恰好我与皇后乔装去民间玩耍，碰巧遇见了这位国君。天启帝本名重广，此人极其自大，且执念深重，对任何东西都势在必得。在交国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子之后，便开始了穷追猛打。但皇后又怎可与人私通？还是敌国之人，可重广却丝毫不在意对方已是人妻，还是一国皇后，所以依然想要用尽各种办法将她带回交国。可交国人十分的排外，更何况皇后身份不一般，所以很容易此人便被逐出了交国。所以他因爱生恨，然后灭了交国。简单来说是这个理。重广此人本来野心便重，又对交国皇后情根深重，便因此出兵交国。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大将军竟然将交国帝后都杀了。因此天启帝王和将军之间实际上也有矛盾。白三三打了个哈欠，有点犯困了。小姐见他困了，也就没再说话了。看着眼前困得趴在桌上的小丫头，小姐心中悠悠叹了一声，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在陛下和娘娘被司马烈杀死以后，我侥幸活过一命，且被带到了天启，送到了宫中充奴。便是那时候，重广见到了我，也把我认了出来。他见到我之后，便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成为了他的妃子，表面上万千宠爱于我一身，可我知道他不过是想从我身上找到皇后娘娘的影子。我伺候皇后娘娘多年，当年也是同皇后娘娘一起遇见的她，身上自然会有皇后娘娘的气息。可他不过是想要将皇后娘娘的感情强加在我身上作为补偿罢了。他以为这样做就能减弱自己的负罪感了吗？可笑！我竟不知原来其中还有这般缘由。兰儿会成为天启皇妃，是因为这个，而我的母后……这种男人的爱算什么爱？杀族灭国就是他所谓的爱吗？皇后娘娘根本就是死在他的手中。思月看着雨飞，他看到了一种偏执的恨意。这种恨意应该不只是来自母后，总觉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一定会让重广血债血偿，一定会让这些人付出他们该有的代价，为交国，为皇后娘娘，为陛下报仇雪恨。殿下，这件事交给奴婢来做，您双手不要沾上这些坏人的血。快了，很快我们就能报仇了。兰儿，你这是什么意思？殿下，您一定要保护自己，要带着我们的同族离开这个地方。交国复国的希望就在您身上了。天启加在我们缴族人身上的屈辱，一定要他们百倍偿还。父母之仇，族人之恨，我一定会报。但我不会回交国，也不会率领他们复国。为什么？您是公主，您是我们的希望吗？太子殿下如今也只有您有这个能力，能率领交国子民复国了。殿下，为什么？我哥哥还没死，你知道我哥在哪里？太子殿下下落不明，我也不知太子到底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难道哥哥真的死在了战乱中，也被司马烈杀了？我方才与你说过，我已认主，一生都会追随在主子身边，他去哪里，我去哪里。所以我会报仇，
我会杀了司马烈，也会将我们教国子民救出去，离开这里。但我不会回教国，教国未来的国主，当有能力者居之。我已选了另外一条路，从此便与教国无缘。可是，您是我们公主啊，您身上便有复国的责任，有统领教国子民的责任，不是吗？我会做到我能做到的一切，但我的命早已不是教国的了，而是主子的。既然殿下心意已决，奴婢便尊重殿下的决定。奴婢明白，我们教族一旦忠心认主，便不可违逆。殿下是皇后娘娘最疼的孩子，我想只要公主殿下好好活着，陛下和皇后娘娘泉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说是没有遇到主子之前，或许我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是说没有主子，你所见到的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命和如今的能力都是主子给予我的，现在的四月是主子的小月，已经不再是教国的公主。奴婢明白了，只是奴婢有些好奇，那个小姑娘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公主殿下这么忠心？于飞不得其解。所以当时他之所以在宴会上对天启帝提出想将您留下，便是看到了战王殿下对主子十分在意，而且又是夏朝重要的人，于是便想要故意引起两国矛盾，破坏两国邦交。原来如此。兰儿并不希望两国谈和，所以原本还想了办法破坏和亲，他暗中安排了杀手，想要去刺杀二公主的。不过没想到会见到我们，他让我给主子道个歉，说并不知主子身份，无意冒犯主子。也就是说，她从前是你的婢女。不错，兰儿从小便伺候着母后，后来便伺候我。教国完后，大家便失散了。在见到她之前，我也不知她还活着。那么关于这位于妃的传言，看来也都是属实了。所谓的祸国妖妃四字，也并非空穴来风。他的目的，也的确是想要祸国。不过，崇广虽非一个人帝，但也不是一个善茬。他不可能察觉不到于妃的心思，却还是宠着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都要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也不知到底是何意欲。四月闻言也低着头，似乎在思索什么。若崇广对交国皇后的确是情根深重，将这种求而不得的执念转嫁到了他从前的婢女身上，也是有可能的。情根深重，求得不得。白三三疑惑地念了一遍这8个字，脑海中似有什么画面闪过，让他胸口处也微微地疼了一下。而在此时，萧杰身体内的陨心剑似乎也有所感应一般有着反应。萧杰心中疑惑，三三还小，等你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白三三神色懵懂，他摸了一下自己心口的位置，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了在梦境中出现过的画面，而胸腔之下让他早已经习惯的冰凉的温度，也忽然之间让他有了些不解和好奇。如此说来，你还有个哥哥，下落不明，是吗？四月点点头。小国太子司晨，也便是我的兄长。按照俘虏的规定，如果你兄长还活着，那么你兄长当时应该是同其他的皇室子嗣一起被带到了天启。不过以司马烈和崇广的行事手段，不一定会留他们活口。每个字都让四月听得冰凉彻骨。你族人之事不必担心，你好好照顾好你主子便是。殿下，总不能让他们白吃三三的丹药。如果他们不靠自己，那么日后终有一天，子孙后代依然还是会落得如此境地。你教国之事交给本王便是，你要做的就是照顾好你的主子。终于修炼到这一层了。你在修炼角族幻术。你是谁？路过的。你是修行者？算是吧。你到底是谁？角人族中幻术中的禁术，实际上是将灵气重聚、打散，再重建，形成自己想要的场景。禁术能被运用的有多厉害，取决于要么修为足够强大，要么意念足够强大。你怎么会知道？白三三没有回答，身子轻轻飞落在了院子中，看着院子里的花圃。你喜欢？很漂亮。送给你。谢谢。景城也笑了起来，少年的眼中仿佛驱散了一切阴霾。我走了。景城脸色微变，正要询问什么，眼前的小女孩已经足尖一点，飞身离开了。锦城，大将军回来了，叫你过去伺候。知道了。你心情看起来好像很好。是吗？去问清楚，今天锦城院子里有没有去什么人？是。将军大人，你难道不觉得很可笑吗？我是奴隶，你是主人。我是亡国奴，你是敌国尊贵的大将军。我们这种畸形的关系，将军大人，你难道很喜欢？大将军总是这么在意谁和我在一起，是担心什么呢？是担心我不干净了吗？还是将军已经对我的占有欲强大到连别人跟我说话都已经会嫉妒到发狂了呢？司马烈眼里闪过一道绿色，就将被他钳制在手中的锦城重重地扔在了床上。启禀大将军，
今天锦城一个人在院子里，没有和人接触。我知道了，下去吧。是。锦城抬起头，冷漠地注视着司马丽，就是这双眼睛，这双永远也驯不服的眼睛。他走上前，再一次伸手钳住了锦城的下巴。本将军说过，只要你好好听话，别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乖乖留在我身边，我便会为你脱去奴籍。锦城还不够听话吗？将军，你还要锦城怎么听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要的是你的心的屈服，是你心甘情愿奉我为主，心甘情愿死心塌地。但这个奴隶却根本没有把他当主人，也根本没有屈服于他。去打水过来，伺候本将军洗脚。是，将军。司马烈坐在床上，任由锦城伺候自己。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伺候本将军的时候做了什么吗？你打翻了水盆，你说我不配。不错，当初他的确是那么做的，但司马烈用他的亲人一次又一次地威胁了他，就连死他都不能死。锦城，我记得你有个妹妹吧？若你死了，那我就让你妹妹来接替你的位置，你觉得如何？我保天玉珠失踪了。司马烈很喜欢跟他说一些关于朝堂的事，也不只是朝堂，什么都说。司马烈很自大，自大到根本不会觉得自己对锦城说的话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威胁。天玉珠事关天启国运，更关系到民心。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必会民心涣散，动摇天启根基。盗走天玉珠的人，恐怕就是夏朝战王。但如今夏朝那个小丫头，竟然和天玄门有匪浅的关系，即便知道，也动弹不得。最近，城中鲛人越来越少，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人在帮你们，你知道帮你们的人是谁吗？你们鲛人族和什么人有渊源？是谁在帮你们？不知道。罢了，那就杀光城内所有鲛人就好了。他绝不能允许任何威胁天启的存在。当初他杀了鲛国皇族，就是因为知道陛下想把鲛国皇后带回宫中，他又怎么能让一个亡国皇后成为帝王的女人坐镇后宫？陛下一直恨我，甚至怀疑我想谋反。我司马家世代忠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启。因为鲛国皇后一事，陛下一直对我心存芥蒂。若不是为了天启，恐怕陛下恨不得将我杀之而后快。这便是为人臣子。那为什么你不把他取而代之呢？取而代之。主子，您回来了。小师叔祖，何事？我们是来跟您说一声，暂时我们要忙一阵子了，可能没时间陪小师叔祖玩了。要去招收弟子呢，办正事。甜甜说的不错，我这次带他们下山，除了招收几个弟子之外，也是为了锻炼锻炼他们。每隔几年，天玄门都会在大陆中每一片地域派出一名年长之人，带2名年轻弟子外出。这一次，在这一片地域，便是晚辈带着孙玲和楚甜甜。那祝你们生源滚滚。那个小师叔祖啊，可否借一步说话？不知晚辈可否冒昧问一句，小师叔祖赠与云惊风师侄的那把剑是几品呢？6还是7品来着？好像是7吧。是您练的？是我。你想要？我愿意给小师叔祖提供所有的耗材料，作为回报。小师叔祖是要银子，还是要灵石，还是要灵草灵植，我都可以给小师叔祖。不知道小师叔祖能不能？若有时间，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要收取材料和手工费。只要小师叔祖答应就行。不着急，不着急。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啊？若平师傅在笑什么呢？听起来有点猥琐，这样在主子面前笑真的好吗？这块玉佩乃是我天玄门中信物，用此信物，小师叔祖可在任何一处印有此图文的商家中免费采购，亦可命令他们为您提供一切您所需要的帮助。你们还开了店？修行者也总是要有衣食住行的嘛。虽然也有不少强者开始辟谷，但需要食物的弟子更多，所以九州大陆的所有门派和家族都会有自己的产业，咱们天玄门嘛，自然也是有的。主子，也就是说，您到了天玄门的店铺中，便可以免费吃，免费拿，随便挑，随便选。很好，意思是那个意思。可岁月这徒儿也不能这么说吧？小师叔祖对拿东西可没数啊。小师叔祖出来比我们时间久，不知是否听闻过九州大陆4大宗家之一的叶家？叶家？主子，4大宗家便是九州传承下来的修行者家族，
叶家便是其中之一。不错，最近这1-2年，听说叶家出了个绝世天才，好像是叫什么叶天的。叶天，白三三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这个我知道。据说这叶天从前是个废柴，在家族中也不受宠，还被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退婚。结果前一段时间，这个叶天在家族比试中，竟然将叶家先前悉心培养的几个资质优越的后辈都打趴下了。据说这小子还十分狂妄，有吾辈想要收此子为徒，但这小子却说他已经有师傅了，而且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比他师傅更厉害，所以现在倒是有不少人都在找这小子的师傅到底是谁，想要挑战他那所谓的师傅。短短时间就这么厉害？不清楚，不过据说这小子不仅狂妄得很，下手也是很辣。哎呀，说着我就说这儿去了。既然小师叔祖和4月徒儿没听过关于此人的一些消息，便不提他了。小师叔祖，时候不早了，我等便先告辞了。话落，几人便转身离开了。主子，你在想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叶天是我的徒弟，那个4大宗族之一叶家的叶天。白三三点头。那他岂不是把仇恨都拉到您身上来了吗？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楚甜甜忽然又跑了回来。你还有什么事吗？楚甜甜看着白三三，你跟袁师兄辈分差别那么大，你们以后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楚甜甜说完，不等白三三说话，转身就跑了。楚甜甜什么意思？他在说什么？回主子，我也不知道。云师兄是谁？天玄门弟子云金风。男的？多大了？应当与子期差不多大吧。差不多大。萧杰轮廓也一下凝得有几分冷意。那方才那楚姑娘的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奴婢也不清楚楚姑娘何意。那云金风在天玄门与三三走得近？还好，也不是很近。云金风是个聪慧的，灵根纯净，若是勤加修炼，日后必是能稳坐一方的强者。萧杰原本听到前一句话的时候心情放松了点儿，但三三后面那句话却让他的脸瞬间黑下来了。白三三发现好像子期不大高兴。送你1朵花。那日后我都要好好见一见这位云公子。萧杰也没过多纠结这个人，而是被手中那朵花吸引了目光。这朵花三三从哪里采来？别人送的。送的？一个鲛人。说起来，那个人身上的气息和小玉有些相似，难怪方才我也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原来是因为主子接触过角神。主子，这个鲛人长什么样？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和你一样，在一个院子里种花，修炼幻术。你当初说你的兄长叫什么来着？回殿下，我兄长叫司晨，叫过太子，而且会骑马射箭，会武功。司晨，难怪呢。难道兄长真的还活着？三三可还记得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那个人的？不记得了，我是四处乱飞，途中停下的。不过里面有很多人，穿的衣服跟我们刚到天启时，跟那个很嚣张的叫司马东西那人身后之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他们穿的是盔甲，也就是说三三所停下而见到那个鲛人的地方应该是将军府。司马烈？难道哥哥在司马烈手中？这件事情我会让人去查。4月明白。小月再勤修2日便可差不多了。主子，去打架。是，主子。这段时间你一直和三三在一起？是啊。所以你也认识云惊风？认识。干嘛？你打探他做什么？随便问问他有没有对三三做什么。云惊风就是天玄门那个弟子是吧？长得还没老夫帅气，整天一副我好英俊的模样那个是吧？老夫跟你说，这人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带白大佬和我们回天玄门的时候，就对白大佬撒谎了，故意带我们跑远路，不让我们走近路。进城里明明就知道白大佬叫什么名字，还假装不知道，多此一举又问了一遍。哎呀，也不知道存了什么心思。以老夫看呢，那小子估计是对白大佬有什么仇怨，所以故意这样的。你想啊，白大佬那么小那么矮，走那么远的路多累呀！这不就是故意折腾他吗？以老夫看，那小子就是想让他累死。亏白大佬走之前还送了他一把剑呢。小姐眼底越来越冷，城中三三会看到的恐怕只有寻人的告示吧。切，我跟你说这么多做什么？别忘了，三三始终是女孩子，她总会长大，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心里最好有个数。即便你是受，那也是公的。小姐并不是认为燕川会对三三产生什么想法，而是男女有别，公受也一样。哎呀，忘了告诉你啊，那只黑煤球也化形了，而且化形的还是个跟白大佬年纪差不多的小男生嘞。小姐步子一顿，脑海立刻想到了噬魂兽经常趴在三三身上的画面，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燕川心里冷笑，老夫跟白芷认识的时候，你小子连个小蝌蚪都还不是。刚这么想的时候，脊背忽然传来一股彻骨的寒意，
他转身看向萧杰，却只见他缓缓迈步离开的背影。记住我说过的话。萧杰冰冷的声音一字一句传入了他的耳中。燕川浑身抖了抖，而身上那股冷意也渐渐散去了。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强？不过是个人类修行者，可身上那种恐怖的力量丝毫不像是普通人类修行者所拥有的。他身体忽然一动，已经在床上熟睡了的白三三的身体中。当燕川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三三的灵智空间之内。三三的空间现在又添了些活物，比如燕川从外面抓来的气儿啊，或者不知道从哪儿偷来的灵植啊，都被弄到了空间里。所以现在空间中的生态已经越发的和外面的世界相似了。小魂满脸嫌弃，他一化作人形，便看到从储物袋里倒出来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桌子啊、椅子啊、床啊。他嘴角抽搐，你去把人家里都搬空了。这个宫里东西还不错，不拿白不拿，正好在这儿搭个房子，以后老夫就不用总去外面找地方睡了。这颗珠子，我怎么总觉得以前在哪儿见过呢？燕川不知道从哪儿去弄了些灵草回来，所以空间中有一片田，便是种的灵植。因为空间里灵气充沛，所以空间里的水源变成了灵泉，植物也生得比外面的灵芝还要茂盛，灵气作用也更强。而有了植物和水源，又会让被吸收的灵气变得更加浓郁充沛，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往复循环。而植物生长之后，便又会产生灵气。所以如果说整个九州大陆最好也最适合修炼的地方，那就是三三的空间内了。殿下，查到了，说将军府上的确有一个娇奴，是个男人，叫锦城，年纪约莫20余岁上下，模样十分漂亮，但府中并没有和他有近距离接触的人，也没有人敢和他接触。虽然是奴隶，不过他负责贴身伺候司马烈，负责他的饮食起居。有多漂亮？这应该是很漂亮吧，或许和四月姑娘差不多。殿下，属下也没见过呀。骄族人越漂亮，说明血统越尊贵。如果此人的容貌和四月是差不多的，那么此人应当也是皇族。殿下的意思是，锦城也是骄族皇族中人，四月姑娘也是？天启倒是有意思，天启帝王身边最得宠的妃子是骄人，大将军身边贴身伺候的奴隶也是骄人，突发生点什么，似乎着实有点说不过去呢。殿下，那我们静观其变。是。不好了，不好了，大将军造反了！大将军反了，咱们的镇国之宝都失窃了，天启国运将衰啊！天玉柱失窃，天启命数将尽呐！发生什么事了？我出去看看。血腥味，是军队。外面出什么事了吗？子气呢？殿下说天启城内有一座山上有一种灵兽兔，早晨的时候才会出来觅食，说见主子这几日吃的都清淡，一早便去抓兔子去了。怎么回事啊？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怎么皇上连见都不见我？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见外面响起的声音。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公主殿下，是战王殿下的人，他们说他们早就有命令，若是察觉到什么不对，就要立刻将公主保护起来，还吩咐公主殿下不要乱跑。哼，战王兄管得还真宽，什么保护不保护的？该不是因为自己要嫁给天启皇帝了，所以战王兄吃醋了吧？白三三和四月前后落到大将军府门口，浓重的血腥味弥漫，使得整座天启城都仿佛成了一座人间炼狱。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骄族幻术。主子，您说是骄族幻术？怎么可能呢？这么多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白三三一记拂袖，正在杀人的士兵瞬间倒飞，原地毙命。主子，是禁欲。白三三转身看向了眼前的将军府，足尖轻点便飞了进去。四月立刻跟上。大将军怎么会反？你个妖妃，少在这里胡说八道！就是大将军怎么可能谋反？很快你们就知道你们的大将军到底会不会反了。兰儿，别在这里胡闹，下去！别喊我这个名字，你不配！兰儿，过来！陛下，快保护陛下！禁军反了！现在你还相信你的将军吗？朝堂危险，爱妃随朕一起回寝宫吧。大将军府。眼前的院中，只见一个男人将一把剑刺进了眼前另一个男人的身体中。月儿，你没死，太好了，太好了！但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转过去，不许看！我说了，转过去。他不能让月儿看到这样的自己。四月紧咬着牙，最终还是听从了锦城的话，转过身去了。他能感觉到哥哥的视死如归，也能感觉到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的痛苦。锦城，不许死！没有我的允许，您不许死！司马烈，你骗我！你用月儿骗了我这么多年，月儿根本不在你手里。不过没关系，如今你欠我们的都要还回来了，你们一个也逃不过。锦城，司马烈，你知道对人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便是求而不得。锦城，月儿，好好活着。锦城，你不可以死！
到没有？你是我的奴隶，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能死？而原本的尸体却忽然化作了一片清尘，消失在了原地。哥哥，司马烈，我杀了你！他死了，那你便去陪他吧。白三三缓缓站定在方才四月站的地方，他刚刚没出手，是因为他救不了小月的哥哥，因为他是抱了必死之心。这整个幻术所形成的城，是他用命作为祭祀发动的。司马狗贼，今日我便要为我父皇母后还有我兄长报仇！是你害死锦城的，若不是你出现，他必不可能知道你没在我手里。若不是因你出现，锦城他怎么敢死？颠倒黑白，分明是你用我来威胁我兄长。白三三手中出现一颗丹药，在四月张嘴时便飞进了他的嘴里，并咽了下去。四月立刻感觉到全身修为仿佛暴涨了一个台阶。主子，去杀了他。是。天启皇宫，爱妃急什么？不如坐下，好好聊聊。于飞看了一眼外面，然后回眸看向崇广，目光复杂隐忍。当看到崇广溢出的血丝的时候，你明明知道的，对不对？爱妃是在问我知道什么呀？是知道你一直想杀寡人，暗中用计杀死了寡人的妃子，谋害寡人的子嗣，还是暗中让寡人用了无法生育的药呢？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杀了我？寡人还知道很多的事，爱妃要不要听听？宫中的娇奴其实也是被爱妃偷梁换柱，悄悄送出了宫了吧？爱妃杀死了宫中的婢女，用来充当那些娇奴的尸体，对吗？爱妃和司马将军府上他身边那个男娇奴也认识，且暗中私通，是吗？他不是奴隶，他是我教国尊贵的太子殿下。原来是教国太子，看来司马将军的确被这寡人做了不少寡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本就是宫中婢女，自小便伺候皇后娘娘，太子和公主殿下都是我的主子，何来私通一说？我和殿下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便是报仇。崇广，你既然一直都知道，为什么不杀了我？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爱妃不如先告诉我，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看在你即将要死，天启也即将覆灭的份上，那我便告诉你，太子殿下早已在修炼我角人一族所失传的幻术，而角人族的幻术可惑人心智，亦可困人入境。如此，不知陛下可明白？幻术。如今整个天启城都在太子殿下的幻术控制之下，所以即便你苟活在此，那又如何呢？很快天启城会成为一座死城，而你们都要死。兰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古便是如此。交国战败，被吞并为奴隶，也是理所应当。闭嘴！什么理所应当？若不是你觊觎皇后娘娘，色欲熏心，又怎么会有那场战争？若不是你残忍无道，纵容司马烈妄为，我教族子民又怎么可能处在这种境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你。于飞忽然从袖中拔出一把匕首，一步一步朝着崇广逼近。我爱过他，我想把他带回天启，但司马烈却把他杀了。后来把你留下，是想要留个念想。你和他很像，行为习惯都很像，或许是因为你是他的婢女，但后来寡人不想再负一人了。于飞的手忽然松开了。大将军府，四月和司马烈之间的打斗还在继续。服下丹药的四月修为显然比之前强了很多，和司马烈的打斗已不相上下，甚至还压了司马烈一头。萧杰和燕川赶到的时候，便见三三正在施法，于是天启城上空便见一只巨大的透明的蝴蝶四处飞舞，混乱的城池也渐渐变得安静。奇了怪了，人类怎么又自相残杀了？刚刚老夫出去转了一圈，到处都在打架，哎呀，死了好多人呢。凡人就是凡人，勾心斗角，天天就喜欢自相残杀。哎呀，小月也还在打架呢。哎，这不是司马东西吗？就在四月准备杀了司马烈的时候，司马烈却忽然喷出一大口血，整个人突然倒地。白三三在施法过后也落到了地上。气血攻心，已是将死之人。司马烈的气血攻心应该跟小月的哥哥有关，以及这个幻玉有关系。四月缓缓朝他走过去，司马烈抬起头，恍惚间他又看到了那个少年朝着他走来。锦城，我知道你不会死的，你还是会来找我的。你终于肯心甘情愿的留在我身边了。四月走到司马烈身前，一剑刺穿了司马烈的心脏。大仇虽然得报，可是兄长却就在刚刚死在了他的面前。是他自己找死的，
他想死，你拦不住的。主子，奴婢明白。三三，三三眨了一下眼，萧杰臂弯一动，便将三三抱在了怀中。燕川低声又是一阵骂骂咧咧，燕川心里极度的不平衡。方才我看到三三施法。我让他们睡着了。三三是怎么做到的？用修为做到的。当他们看着外面的场景和天上笼罩着的浴场时，幻境形成了。出不去了，是怨境，是他怨念和恨意所形成的幻境。这个我知道，这种境最难破，因为根本不是以修为作为幻境基础的，所以也不能依靠修为强行破除。先出去看看。萧杰抱着三三走进了前面的血雾之中，原本应该睡着了的百姓们依然在自相残杀，每个人都宛如魔障了一样，可每个人都好似杀不死，在他们被杀死了之后又活了过来，继续着杀伐，永不停歇。他们被唤醒了，每个人都被关在了幻境中，而他们所感受到的惩罚是在幻境中不断的被残杀。是锦城所说的幻境。白三三点头，血气，若不是因此，我还能保他一命的。小月月，你哭什么？我感觉到哥哥很愤怒，我想帮他，可是却无能为力。四月和他的兄长一脉相连，而这个幻域其实便倾注了四辰的意念在其中，所以四月能够感觉到四辰的情绪。是这个道理。几人走着走着，忽然萧杰发现了不对劲儿，他转身便发现四月和燕川竟然不见了，眼前只是一片血雾，一个人都看不到。他们陷入了自己的幻境中去了，恐怕他们会有危险。这个幻域是以恨和怨作为强大的意念而形成的，所以他们所处的幻境必然是凶险万分。若我们要离开这里，只能想办法破除幻境。破除这种幻境，便要找到根源，找到四辰恨意的根源。忽然白三三看到远处的血雾中盛开着一朵花，他眨了一下眼睛，挣脱从萧杰怀里下来。白三三径直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萧杰心中担心，也跟了过去。可刚走了2步，眼前却已经完全变了一个场景。三三，他拧紧了眉，陨星剑瞬间出现在手中，散发着烈烈的寒光。白三三独自一人走到了那朵花盛开的地方，当他回头之时，便发现后面已经没人了。子期，但没有人应他。他便知道子气应当也是被困入了幻境中，而他发现自己握着花朵的手也变了，变大了，他长大了。有一个声音仿佛从遥远传来：你恨吗？恨。他为什么恨？既你不恨，又为何要剜了自己的心？那声音又再次响起，冰冷无情，可那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也是无情无爱，又怎会又恨？白三三忽然捂住了自己的胸口，一切都仿佛和梦境中的景象重叠，而他手中握着的花朵也变成了一把长剑。他清晰地看到手中握着的这把沾满血腥的剑就是陨星剑。不，他剜心绝不是因为恨。虽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是无论是因为什么都没关系。他看着手中的陨星剑渐渐变成了先前那朵的花。那时的我是那时的我，此时的我是此时的我，现在的我很好。他一笑间，周围的血雾都渐渐散去了。三三，白三三缓缓转身，那张脸让萧杰看怔的久久回不过神来，熟悉感却告诉他，眼前这个少女就是三三。子期，三三，可是三三怎么突然就长大了？这是我的元神。旋即看向另外一边昏迷在一旁的肉体，方才他处在幻境中，不知怎么的元神便出窍了。还好他的元神和这个身体早已契合，所以即便出去也是能回去的。元神？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化世期的强者才能做到的吧。白三三此时却看向了萧杰手中的陨星，而此时陨星剑也开始颤动了起来，在萧杰手中不断地发出阵阵的嗡鸣。他好像是我的。他伸了一下手，但陨星却并没有飞到他手中，依然停留在萧杰的手里。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共情到了陨星的无奈？这种感觉就像是陨星倒是挺想去三三那儿，但是又走不了，我被嫌弃了。白三三见陨星并未飞到他手中，便明白陨星如今已经是子气的了，旋即元神化作一道流光回到了身体中。萧杰见状把陨星收了起来，旋即立刻上前。三三，白三三缓缓睁开眼，子期，没事就好。方才三三可有陷入幻境中？有，
不过没什么作用。这个幻境中，只要是心中有怨念之人，便极为容易被蛊惑，深陷其中，凶险万分。三三没事，说明三三心中没有任何怨恨，所以这个幻境对三三来说反而没有什么作用。小杰笑着揉了揉三三的脑袋，揉着，忽然想起方才三三那少女的模样，下意识的又把手收回来了，耳根也微微有了一丝泛红。三三的元神为什么跟你本人不太一样？长大后就是那个样子。三三长大后的样子。三三长大后就是方才他所见的那个样子吗？看着看着，他心中忽然生出一丝罪恶感，立刻移开了目光，神色也有点不太自在，心中却已经开始计划怎么才能让三三快点长高长大了。见子期忽然瘪开眼不敢看自己，感觉怪怪的。主子，四月捂着受伤的手臂朝白三三走了过来。主子你没事吧？白三三看向四月，平眉。四月受了很重的伤，看来也陷入了幻境中。主子没事就好。刚说完这句话，四月便晕倒在了地上，在幻境中被伤了。白三三走上前查探了一下四月的伤势，轻轻叹息了一声。三三是如何破的这幻境？这种以他本人的意念所形成的幻境，只要找到根源便可破，而他恨意的根源便是那个男人，所以在他的记忆中，把那个男人将他带进将军府之前，把他杀了就好了。他也曾见到那样的幻境，虽然和三三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三三下手也太快了。忽然萧杰想到了什么，神色陡变。等等，如果三三也看到了锦城的记忆，那他岂不是也看到了那种场景？以后他一定得寸步不离三三才行，免得三三不知不觉学坏了。来呀，来打呀，打不过老夫吧？嘿嘿，小逼崽子，还想占领老夫的北冥，再来干一架呀！小川在空中腾来腾去，凶巴巴架势的燕川立刻化作人形落到了地上。可恶啊！老夫还没好好把那家伙揍一顿呢。你在幻境中看到自己的仇家了？可不是嘛！老夫跟你说，咦，他以前不是一直觉得自己的仇家应该是他吗？但幻境中白三三却根本没出现，连影子都没看到。难道是因为自己已经跟他绑定了血气的原因？白三三见燕川没什么事儿，便将目光挪向了四月。萧杰正准备叫自己的人来将四月带回去休养，但白三三却忽然冲着四月抚了一下袖，原本倒在地上的四月瞬间便消失了。三三的空间能容纳活人，这可是灵智空间。知道什么是灵智空间吗？就是有灵气的空间。有灵气的空间当然能容纳活物了，不但能容纳活物，还能自己长花花草草呢。所以我也能进入三三的空间。只要我愿意。你进去做什么？那是你的地方吗？你是兽，禽兽还是什么兽啊？小川这样是会被打的。萧杰凤眸微凛，手中陨星寒芒乍现。我勒个乖乖！这么喜欢说废话，改天便把你的舌头砍下来做菜。燕川快速思索了一下自己现在能不能打得过这个男人，答案是不知道。他心中也有些忌惮，这个男人还真是深不可测。白大佬，他打我。子期莫要凶他。我哪里凶了？燕川立刻站直了身板，像是体会到了一种笼罩人世的痛快。萧杰现在开始怀疑，三三跟这只家伙在一起不仅仅会学坏，就连以后智商可能也会被这个家伙给影响。当从幻境中苏醒的天启几位修行强者冲进帝王寝殿的时候，便发现于妃娘娘竟和皇上都倒在了地上。上前查探时，他们才发现于妃娘娘已经死了。陛下还有一口气，快来人呐，快传御医！主子的空间好厉害，我才疗伤片刻功夫便好多了。那幻境并不会真的伤你，即便你陷入了幻境中，也不会对你造成极大的影响。为什么？的确像主子说的这样，我在幻境中的时候，虽然有在幻境中被心魔所蛊惑受了点小伤，但更多的重伤其实是在跟司马烈打斗的时候所受的伤。你是鲛人，鲛人族是不会伤害同族之人的，而且你兄长不但不会伤害，反而会保护你。这还不简单，你们都是一家人，你哥哥当然不会伤害你。幻术本就是你们族的能力，一脉相承，即便你受伤也不会很严重。主人，你说我说的对吗？小魂说的不错。旋即手中出现了一枚种子，他轻轻挥了一下袖子，那枚种子便被一阵风带进了土地里。这里会长出一朵花，你说这朵花叫什么好呢？此花是主子种的，应当由主子取名才是。我取名的通常都随我姓。
那主人，我岂不是叫白魂？白三三轻点了一下头。那随主子姓便是。他知道这朵花或许和兄长有关，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颗种子也是主子的，无论如何，多亏了主子，他们兄妹才能见到最后一面，也能亲手手刃仇人，了却了哥哥的心愿。那便叫无忧，说不定千百年后，这里能长出一只小花妖呢。听说二公主回来的还不情不愿呢，还一直问和亲的事，问什么时候她才被册封为妃。主子您说，之前二公主不是还不想嫁人吗？怎么突然就变了？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女人的心都是善变的。你懂，你一条龙懂什么？小月月，老夫见过的女人比你吃过的盐巴都多呀！老夫出去随便一走，你信不信就有好多女人主动来勾搭老夫？四月抿嘴儿，不想跟燕川说话。女人翻脸总是比翻书还快的。难道主子不知道自己也是女孩子吗？我的汤！话说回来呀，那司马东西可真不是个东西，那小小人也真是可怜，不是个东西。不过那司马烈为什么要那么对思辰呢？到底是爱还是厌恶呢？白三三也摇摇头，有些事儿他也看不懂。哎呀，别想了，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才说人心难测嘛。你一个神想那么多做什么？白三三转头看着他，滴溜溜的大眼睛看得燕川莫名其妙，别扭的站了起来。那个白大佬，我先出去转转。以后你叫我阿芷吧。以后换我阿芷吧。燕川忽然笑了一下，但又好像不想让三三发现，马上抿起了嘴。然后负手走了出去。等一走出门口，立刻又笑了起来，心情愉悦。段林回到客栈就开始闹，直到萧杰回来才停止了哭闹，而且还得知了和亲取消的消息。战王兄，为什么和亲取消了？是你对天启皇上说了什么吗？若你想嫁，便去嫁吧。战王兄是不希望我嫁给天启帝吗？萧杰目光冰冷地看向他，透过面具吓得段林瑟缩了一下。那如果战王兄不想我嫁天启陛下的话，我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只要战王兄。来人，殿下在呢，带二公主下去休息。是。说着立刻挥了下手，让侍女们上前把段林带下去了。段林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走了。李大人也急忙跟上，他可得跟公主殿下好好说道如今天启的情况。放开小爷！子期这是做什么？小魂太重了，总是压在你身上，容易长不高。我才不重，主人长不高不赖我。谁说我长不高的？我只是现在长得慢了点儿。三三在看什么？月亮日月精华便是阴阳之力，亦是万物法则之源，所以渡劫亦或是飞升多半会发生在月圆之夜。三三知道很多事啊，活得久自然便知道。如此说来，三三倒是活得很久了。子期也是可以的。在知道原来允心剑所对自己产生的并非敌意之后，关于允心剑他也没有了之前那般耿耿于怀。若我能活得长久，有什么好处呢？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见识更多的事物。他发现子期似乎没什么兴趣，他又说，可以修炼更久，可以变得更强，成为顶尖的强者。萧杰神色依然没什么变化。子期对长生莫非没有兴趣？若是活得长久，便可与我同生。可以和三三一直在一起？可以。宽大的衣袍一撩，便将他拢在了怀中。风大，天色也晚了，乖乖休息。他不求长生，只求有足够的能力佑他一生平安喜乐，无悲无忧。不过以他现在的能力似乎还不够呢，谁让这小家伙这么强呢？若是用不到他可怎么是好？小魂原本在底下不满地嘶吼着，见到三三睡着了才没有再出声了，然后在吞噬掉周围的一些小虫子小鸟之后，转身就跑去找燕川去了。于是小魂和燕川就在某个地方互相说了一晚上萧杰的坏话。四月路过的时候，便看到门口坐着画了人形的燕川和小魂，一大一小俩人，看起来颇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即视感，明显能听出来一起在说谁谁谁的坏话。四月纳闷，这两人竟然还站在同一战线啦，稀奇呀！陛下，夏朝使臣已经离开天启城了。天启帝只是点了点头，将这诏书封存好。寡人时日无多，待到寡人大去之时，便将诏书取出，立新帝。陛下，下去吧。哼，本公主就不明白了，战王兄老跟那个臭丫头黏在一起做什么，反而对本公主这么凶。本公主不比白三三那臭丫头好多了吗？一个小豆芽菜，还没长大呢，宝贝什么宝贝？要娶亲还得等几年呢，这么小有什么好的？而另一辆马车内，
萧杰简单的将崇广和兰儿的事娓娓道来。哎呀，原来那个皇帝跟那个女鲛人之间还有这一出啊！我就说奇怪的很。那天我明明看到那个女鲛人去偷偷把那个地方的鲛人带走了，然后放了，还打死了好几个宫女，冒充他们尸体，分明已经有人看到了，却屁事没有，也是奇了他娘的怪了。原来是天启帝一早就知道啊！阿芝，哎，上回我跟你说的时候，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你也早就知道了？萧杰眉心微凛，阿芷，不知道，只是那日晚宴上，崇广看他的眼神里有包容。兰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交国报仇，执念太重未必是好事。奴婢明白，如今能脱去小人奴籍，让族人离开天启城这是非之地，奴婢已经满足了。至于他们日后如何，是他们自己的事，奴婢也管不着。崇广取消了鲛人奴籍，也许应该有于非的原因。那这皇帝小子也算是个痴情种。不对呀，他这不是喜新厌旧吗？之前不是小月月的娘亲吗？不对吗？哎，正常，男人都是这样三心二意的。倒也不一定，他为何唤你阿芷？燕川心里美滋滋儿，原来这家伙也不知道。看来白芷原本的身份和名字只有他燕川一个人知道了。是我别的名字。小明。总归解释起来比较麻烦的事呢，他都懒得解释，通常都会附和别人所说的话。我没有听说过33有小名，白家也从未这般喊过他。燕川是怎么知道的？还是说33只告诉了燕川？四月明显能感觉到马车内的气压陡然变低，饶是他都能够感觉得到战王殿下好像不高兴了，但因为什么不高兴他也不知道。马车继续徐徐前进，燕川在一个地方坐不住，一会儿就往外面跑出去了。四月也跟着出去赶马，坐到了安中身边。你家殿下喜欢吃酸的吗？酸的应该不喜欢吧？那我怎么觉得你家殿下快酸死了？马车里，白33起先是没有察觉到哪儿有不太对劲儿的，直到他都迷迷糊糊睡了一觉起来了，发现子期还是没有跟他说话，他才觉得哪里怪怪的。子期心情不好。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阿芷既是33的小名，为何33不曾告诉过我？你没问。看着33有点懵懂的大眼无辜地看着自己，小杰忽然就觉得自己过分了，所以他不高兴什么呀？心里忽然升起了一丝愧疚。以后若是别人知道什么，有机会也会告诉你，若没有，你问我，我也会说的。毕竟子期年纪还小，还是要哄一哄的。若是经常憋着什么都不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果然说一句话哄哄便好了。你说什么？子期他们去一趟天启城，这天启国君就不但驾崩了，夏朝最大的威胁司马大将军死了，就连和亲使团都回来了。子期该不会是他动的手吧？可以针对子期的了解，子期也不是如此冲动之人呢。况且天启皇室还有十分强大的强者保护，战王殿下应该不至于会是这种人。臣听说他们离开天启城之时，还是天启大臣们相送，所以战王殿下和天启应该没有什么矛盾。此次去天启城中还有白小三儿同行，莫非小三儿是天煞孤星，专门克天启的？那个有可能子期命中带煞。臣也觉得战王殿下身上煞气颇重，陛下的猜测也不无道理。世人都信命理二字，国家也讲究个国法，兴许战王殿下的命格正好与天启国运相冲了吧。看来此事也只有等到他们回来再好好问问。33在这里等我一下。好。段灵见萧杰离开，疑惑了一下，站了起来，朝白33走了过去。二公主要做什么？你一个下人也配拦本公主？四月目光冰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但人依然拦在他面前。臭丫头，你看看你这下人多没规矩，你是怎么教出来的？二公主注意言辞，滚开！你个下贱人，哪里来的资格跟本公主说话？四月眼底微冷，看着段灵的眼神让段灵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死丫头，看管好你的下人。算了，你一个傻子能教好什么下人？估计也跟你一样，怕是成了傻子。还有，我告诉你，别以为你现在是战王兄未婚妻就真了不得，日子还长呢。你个傻子还想要当战王妃，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年纪小小还是一个小豆芽菜呢，就已经开始学会攀附权贵勾引男人了，真不要脸。本公主告诉你，识相的回上京之后就让你爹去解除婚约，否则本公主要你好看。四月面色冷郁，手中佩剑已经紧握在手里了。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白33看着他，眼底微凉。我说完了。
只见段灵整个人都挂在了一棵树上。公主，你敢打我！臭丫头，你竟然打我！你信不信回去本公主就让父王治你罪？你这个傻子！这，二公主殿下，这可如何是好啊？又不经打，又喜欢找死，你是欠虐吗？白三三，记住，嘴巴放干净点儿，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若不是看在他是个凡人的份上，他已经一袖子把他刮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等着，给我等着！等本公主回宫去找父皇治你罪，诛你九族！公主殿下，快别说了，奴才们这就把你给弄下来。其中一个侍卫飞身上了树，将段灵从树上提下来，但刚落地就被段灵一巴掌呼开了。滚！本公主岂容你这种人泡！这女人怎么这么吵啊？段灵落地之后，复又看向了白三三，恨恨地走过来，刚要开口，就发现自己张嘴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出什么事了？太吵了，我让她安静一下。好，来人，殿下，带二公主下去休息。是。段灵以为自己变成哑巴了，疯了一样的大闹。从前有一个人，他的话很多，后来神为了惩罚他，就让他变成了哑巴。再后来他便不能说话了，于是他学会了安静。几天后，神见他安静下来，便认为他知错就改，所以又恢复了他说话的能力。这个故事难道是真的？他变成哑巴是被神封了嘴？那么他是不是安静几天就可以正常说话了？处理干净。是，殿下。萧杰走到三三身边，蹲下身子，抬手轻轻刮了一下他的小鼻梁。皮是真的。萧杰无论是信还是不信，看到三三这小模样都忍不住扬起了嘴角。白三三吃饱喝足，就有点困了，但想起一件事儿。话说，方才我听到有人说你我之间有婚约。乖乖。萧杰转身看向三三，便见到三三迷迷糊糊的已经睡着了。谁说的？暗中低头瞥了眼段灵的方向，萧杰看了那边一眼。段灵接触到萧杰的目光，原本还想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博取战王兄同情，可立马就被萧杰的眼神吓得缩回去了。婚约？莫非方才二公主说的是真的？主子是战王殿下未婚妻了？可主子并不知情，战王殿下也似乎从未提起过。如此一来，战王殿下莫不是在欺瞒主子？想到这儿，四月看萧杰的眼神也变得警惕和凌厉了起来。萧杰察觉到了四月的变化，并未说什么，而是看向了身边睡着了的三三。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件事他开始越来越变得心虚了。或许正是因为有了一开始的隐瞒，有了三三对自己的信任，所以现在越发害怕会打破这种信任，会害怕三三会因为这件事而疏远自己。看着三三的睡眼，萧杰眉心轻连，心中已有计较。我看到上京了，马上就要到了。啊，我能说话了，我能说话了！外面响起段灵兴高采烈的声音，但忽然想起来什么，就又把嘴闭上了，变得安静。在想什么？允熙为何会择你为主？我也不知道。允熙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找来了，所以他并不清楚允熙来历。若是想知道什么，问我便是，我不会瞒你。哎呀，怎么还不到？怎么还不到？不是传信来今日便到了吗？哎呀，你这死老头子，别再晃来晃去了，晃得我等会儿连三儿都看不到了。战王殿下在路上干嘛呢？该不会又把三儿给拐跑了吧？岳父大人不用着急，既然战王殿下来信说了是今日到，那便一定会到的。也不知道妹妹现在长变没，高了还是胖了，还认得出我来吗？来了来了，战王殿下二公主白三小姐回来了。原本双手揣袖子一脸淡定的白雪安神色也陡然变得欣喜。三三回来了。他脚步一慢，甚至抢先在宋家人之前率先往前迎接过去了。哼，刚刚那副样子不是还很镇定吗？你们还不快去，别让白家抢了先，到时候三三还以为咱们不疼他了。前方马车停下，段灵的马车则继续行进，被接到了皇宫。恭迎战王殿下回朝。战王殿下，妹妹。哎呀，我的三儿回来了，我的三儿宝宝。去吧。三三依言下意识往那边走，而刚走了2步，身子便差点被人扑倒。妹妹，妹妹，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哥哥啊。我的三三呢？快来让姥姥抱抱。造孽呀！这3年孩子在外面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见三三不说话，白子轩急了。妹妹，你是不是把哥哥给忘了？你看看，哥哥还是那个哥哥，只是长高了，变了一点点，就一点点。大家都等着你回家，你没事吧？没忘了我们吧？
记得。这些是什么人呢？跟阿芷很熟吗？这些是主子的家人。家人？家人是什么人？你没有家人吗？你爹、你娘、你兄弟姐妹都没有吗？燕川想了想，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颗龙蛋，再后来，他清晰的记忆里就是自己破壳而出来的。小月月呀，什么？你说是先有的蛋呢，还是先有的龙呢？飞跃愣了一下之后，也被燕川这个问题给问住了。没有蛋，哪里来的龙呢？可没有龙，又哪里来的蛋呢？难道老夫不是龙生的？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也许可以问问主子，说不定主子知道。在一阵热切的久别重逢之后，三三才得以挣脱回府。直到回到府里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好像多了一个人。你是谁？跟着我们做什么？在下叫燕川，是白小姐的人。小川是我的朋友，小川救了我。既然是三三的救命恩人，快里面请。原来这位公子是三三的救命恩人，老身再代宋家谢过公子。三三是我外孙女儿，三三的救命恩人便是我们宋家的救命恩人。以后公子若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便是，能做到的，我宋家义不容辞。白家也是。哎呀，阿芷，我要说什么呀？我不会说话了呀！快，告诉我要怎么做。于是，一向到哪儿都有点招人嫌的燕川，忽然之间就成了白家的座上宾。而在两家人都在前厅对三三嘘寒问暖，管家祥叔却忽然走到白旭安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白旭安看了看三三，便转身出去了。丞相大人，安侍卫，恭喜丞相大人父女团聚，在下奉殿下之命前来道喜，那便替本相谢过战王殿下了。也多谢战王殿下这一路上对小女的照应。殿下知道您会这么说，特意让小的说，相爷不必如此道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照顾三小姐也是应该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谁跟你是一家人？当初也不知道是谁把三三搞丢的。当然，殿下派小的过来还有一事，事关三小姐。什么事？是这样的，殿下虽跟三小姐有婚约在身，但目前三小姐对这件事并不清楚。殿下考虑到三小姐年纪还小，不谙世事，又秉性单纯，所以殿下希望丞相大人暂时也不要在三小姐面前提起这件事，免得三小姐多想。殿下也是为了三小姐考虑，希望三小姐能无忧无虑，不被打扰。反正婚约之事也不急于一时，三小姐晚些知道也无妨。丞相大人以为如何呢？战王殿下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不要告诉三三和他之间有婚约，先瞒着三三吗？这说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战王殿下所言也有道理啊。总之，小的话也带到了，殿下还希望丞相多考虑考虑。殿下说了，他也只是建议。建议这两个字你品，你细品。战王殿下给人建议，说的好像谁敢不从似的。这件事本相会考虑，三三是本相女儿，本相自然会做为三三好的事。那就好，殿下说了，还希望白丞相莫要重蹈覆辙，像从前那般了。三小姐从前小，不懂事，也许有些事是还记不得，谁对她好或是不好，也不会往心里去。但现在三小姐也是知事的年纪了，相爷在为人父方面，恐怕还是需宠着三小姐些。三儿明明是我的女儿，现在却让一个外人来教自己怎么做，这到底是自己女儿还是战王殿下女儿？不，三儿现在是他未婚妻了，话是没错的话，可就是让我心中膈应。合着三儿就不是我亲女儿了，需要你战王殿下这般护犊子来了。请战王殿下放心，三三是本相的亲女儿，本相自会好好宠着。那便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事，殿下让小的转达。安小兄弟可以一次性说完。小的保证，除了这件事之外，便没有别的事了。请说。殿下叮嘱，三小姐如今年纪也算是半大不小，又有婚约在身上，丞相大人还是得注意一下，莫要让男人与三小姐走得太近，以免影响三小姐名声。即便是表亲，也还是让他们避避嫌的好，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对三小姐有点不该有的想法，先前向陛下求娶三小姐的人。当然，丞相不需要让三小姐去注意，丞相大人多注意注意，别让不怀好意的人接近三小姐便是了。这是要让我给他看着点情敌吧？而且还什么都为了三儿想好了，还什么都得护着他，不能让三儿受到一点委屈。合着让委屈全都让自己这个他现在名义上的老丈人来受。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那岳父大人为何这么多年都看自己不爽了，还总给自己使绊子。稍后殿下会让人送些三小姐喜欢的零嘴过来，若三小姐在相府中有什么事，直接通知战王府便是。三小姐也是可以随时去战王府小住的。暗中将话带完，说完之后便在白轩黑脸之下颔首，然后离开了。来人，老爷，过2日再给府中养条狗吧。是老爷。不过自从上次三小姐将府里的狗给吃了之后，府中便没再养狗了。真的要再养吗？养吧，记住以后见到战王府中的人，先别喊我，先放狗，明白吗？香叔心中一下了然，原来是老爷被战王殿下给气到了呀。怎么还是这么矮啊？儿啊，就你这样还怎么娶三三啊？这不讨嫌了吗？你这是不是外面营养不良给饿的？不好解释。这就是大佬行为啊！
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怎么会懂呢？等阿芷正常长大的时候，估计得等到他的身体能匹配上他的修为和元神的时候吧。到时候就会停在一个体貌最佳的时间，驻颜不老。没关系，三儿这不是回来了，再多养养，多补补就长高了。会长高的，只是时间问题。这时候白须安也回来了。岳父大人，干嘛？从前是我误会您了。这小子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很快一大家子便上了桌，热热闹闹的用膳。说起来，当初我救三三的时候啊，那可是相当惊险。话说那天风起云涌，天雷滚滚。燕川喝了酒，开始说书似的胡编乱造了起来。宋家人本就是武学世家，听到此便纷纷竖起了耳朵，还听得津津有味。说完之后，还一时诗兴大发。如此良辰美景，不如让小生吟诗一首助助兴，如何？刚说完这句话，便听到候在一旁的四月猛地咳嗽了一阵。白三三抬了一下眼，目光对上燕川的眼睛，燕川立刻住嘴。哎呀，小生忽然又没了兴致，不如继续吃饭吧啊！白家、宋家人原本还期待的模样，忽然面面相觑，然后也都跟着尴尬笑了笑，继续吃饭。下朝皇宫，你这小子，这3年也不回朝个几次，这一次白家小三儿回来了，怎么还走吗？萧杰挑眉，端起旁边早已沏好的茶，抿了一口，没说话。夏帝知道从萧杰身上问不出什么来，干脆转了个话题。朕听闻白家小三儿回府了，也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白小三如今也快9岁了吧？没想到这小丫头一失踪便是3年，如今能回来也是老天有眼，能让她逢凶化吉，平安归家。老天从来无眼。什么？子期，此话可不能乱说。臣只是从不信天罢了。快与朕说说，天启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天启竟在短短时间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前2日，朕收到了天启帝驾崩的消息，而帝王之位也已经传给了广阳王之子。萧储君刚登帝位，恐怕现在天启朝中正在大乱。萧杰轻点了下头。天启帝驾崩的事儿，他们在途中也得到了消息。天启向来好战，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天启有司马家族坐镇。如今司马家族败裂，天启没有了对外征战的底牌。如今若要对付天启，可比从前容易的太多了。在天启帝驾崩之前，我答应了他，5年之内不对天启发动战争。此事我怎的没听你说起过？重广死了，司马烈也死了，如今的天启成不了什么气候。小皇帝刚登帝位，如今即便没有外患，天启内部也会乱成一锅粥。如今出兵，岂不是趁人之危？既子期已经答应了，那便如此做吧。即便暂时不生战争，但九州大陆或许很快也不会太平了。子期何出此言呢？陛下应该知道，九州大陆也只是一个大陆。夏帝立刻明白了萧杰的意思，据说在九州大陆之外，传说中还有别的位面。子期的意思，难道天外之人，或是海外之人，又或者是和子期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朕会让宫中几位老先生随时注意。对了，子期可还记得3年前出使我夏朝的南诏国？萧杰点头。前段时间朕收到传信，南诏内乱，皇族全部惨遭杀害，整个皇宫血流成河。据说做这件事的是一个少年，在杀死了皇族所有人之后，那个少年便自己成了帝王。有人说那少年是妖，也有人说那少年是魔，杀人不眨眼，性情暴力残忍。依你看，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历？此事我会派人去打探。不过那少年应该是修行者，只是能做出这种事，那便非正派之人。此人若成帝王，对南诏来说并非好事。说起来，3年前南诏皇族曾在我们夏朝留下一位公主，但在白小三失踪后，那个玉竹公主便被天玄门中人带走了。那位先生说，玉竹公主资质上乘，是修炼奇才，便收为徒弟，带去了天启门。也不知那位小公主如今如何了。萧杰疑惑，此事他怎么没听4月他们说起过？玉竹公主修炼奇才，屠杀南诏皇室的少年，他隐约觉得这之间有关联。萧杰走出宫殿，目光看向天空，他的脑海中想起了那日天启帝对他所说的话。寡人的时日已经不久了，寡人知道天启和夏朝本是敌对国，但寡人还是想要和萧殿下做一场交易。天启未来心地年幼，朝中内乱，寡人实在不忍心见到此时百姓生灵涂炭。寡人愿意用2个秘密以及寡人的命来换取夏朝和天启5年内的和平。秘密那也要看这2个秘密值不值得。如果其中一个秘密和您身边的那个孩子，也就是那位天玄门的小师叔族有关呢，寡人相信萧殿下的为人，所以寡人便将秘密告知于你，还希望
小殿下也能做到咱们之间的交易。天玉珠应该在你们那里吧？虽然没有找到证据，但寡人知道能无声无息拿走天玉珠的人只有你们了。可你们知道天玉珠除了永夜长明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作用吗？天玉珠乃极寒之物，但也是神物，而它的作用便是能够穿越位面到另一个世界去。但到底能去哪儿，如何用它，寡人也不清楚。萧杰眯了下眸，有些诧异。这件事儿一直是我们皇族的秘密，从未对人提过，所以九州大陆应该还无人知晓。既然此物已经落在了你们手中，反正寡人也拿不回来了，便将此事告知于萧殿下。能如何去用它，便是你们之间的缘分了。而另一个秘密，你知道你身边那个孩子是无心之人吗？萧杰身子微怔在了原地。无心之人本不可活，若活下来，便是有悖伦理纲常，有违天命。那孩子乃逆命之人，你怎么知道？寡人也不知道，但寡人从见那孩子的第一眼起，寡人便能知道，无心之人没有七情六欲，无心无情，而那个孩子不像是人。崇广的话在萧杰耳边回响，他眸光冷眯了起来。这便是那日崇广找他所说的话，也是他拿来交换天启5年和平的秘密。恭喜殿下，贺喜殿下，终于将白三小姐找了回来。所幸三小姐平安无事，殿下也从天启凯旋而归，未来得及道喜，还请殿下勿要怪罪啊。废话少说，不知殿下约我过来，所谓何事啊？问你一件事，殿下请说。你曾为三三诊治过，那你可知他身体有什么异样之处？臣不知。殿下是何意啊？我和三三有过多次接触，并未发现他身体有所异常，可是有人告诉我，他的身体里比起正常人少了一样东西，你可知是什么？莫非殿下也知道了？三小姐乃无心之人，你知道？是知道那么一点儿。回殿下，这件事臣并非有意隐瞒，实在是此事古怪，再加上臣2次3番想与殿下说此事，但都被意外打断了，并非臣想要故意瞒着殿下。这件事三三知道吗？这件事三小姐是知道的，只是三小姐好像并不在意这件事。三小姐虽然脉象和常人无异，但经过臣的查探，三小姐着实是无心之人。五脏六腑对应五行阴阳，少了什么，以臣的眼力和医术还是能够查探出来的。三小姐和正常人不同，她应当乃是修行者体质，所以也不能以常理多知。但无心之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这是有悖纲常天道的。除非是神吧，只有神没有心才能活下来。但目前看来，似乎无心对于三小姐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人的七情六欲便是源于本心。若是无心，只怕你可知她为何没有心？这我就不清楚了。先前我也为三小姐查看过2次，但都没什么结果。三小姐自己她也不清楚。不过什么？不过三小姐对你那把剑有反应。殿下，你应该发现了，三小姐她不是普通人。三小姐会对您的剑有所反应，最大的缘由便是曾经他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您可还记得3年前三小姐从斗兽场醒来之后便不傻了，而在那之前三小姐一直属于痴傻状态的。在我们医道中有一种说法，若天生痴傻便是魂散了，所以才会不变五谷，不识百行，而当魂魄重聚之后便会焕然新生。但这所谓重聚的魂，也可能三小姐重聚的魂并非三小姐，已经有别的意识，魂魄游离之间发生过别的事情。不管三三是什么人，是何来历，我都会护着他。萧杰唯一担心的只是会不会对三三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影响他的修为，损害他的身体。三三，你起床了没？醒了哥哥就进来了。刚一进院子，便见三三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墙头上。妹妹，一看到爬到墙头的那人，白子轩脸色一变。云州小世子，你莫不是当贼当习惯了，如今连相府的墙都敢爬了？子轩，别生气嘛，我不也是听说三妹妹回来了，所以特意来看看嘛。有大门不走，偏偏翻墙，这里可是相府，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把你赶出去？子轩哥哥，子轩好哥哥，别嘛，我就是关心三妹妹，所以才来看看。别恶心我。妹妹，他没有对你说什么吧？若有什么的，便同哥哥讲。没有。那就好，我也不是这种人呢。你妹妹不就是我妹妹吗？三妹妹，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去街上给你买了点吃的，总不算空手来一趟吧？这还差不多。
谢谢。嗨，这么客气做什么？反正都是一家人啊！我和子轩是好兄弟，子轩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一家人？妹妹，我跟他可什么都没有，都是他瞎说的。谁跟他一家人了？什么都没有。哥哥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哼，我好像也没说什么的样子，哥哥激动什么？咱妹妹好像没怎么长个儿啊，是不是这几年在外边营养不良？可能是吧。云小世子是把相府当成自己家了。参见战王殿下。萧杰皱眉，手腕一动，桌上的那篮子零食便飞入了他的手中，然后递给身边的安中。稍后拿下去。是。殿下，这是为何呀？为何？云小世子买的食物不太干净，正好最近我府里请了个好厨子，特意让他做完了点吃的，让人给你带过来。这变脸变的，方才还语气不善看着我们的战王殿下，一对三三说话就开启了温柔模式了。果然战王殿下也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本王带御医前来为三三检查一下身体，若白少爷和云小世子没什么事的话，还请回避。那边有劳蔡御医了，若妹妹有什么的话，还请御医一定如实相告。白少爷还请放心。战王殿下这是为何呀？怎么感觉像是故意针对我似的？怎么还就不让我给三妹妹送吃的？她就行。你是不是忘了现在战王殿下和三三之间的关系了？而你当初正是求娶三三的人之一。都是一帮觊觎我妹妹的禽兽。我方才见你兄长跟从前相比，似乎体质上更纯粹了一些，步履轻快，身上也隐隐透着一些修行者的气息，是你教他的？也不算，而且哥哥还不是修行者，只是武者，初窥门径罢了。四月呢？他没在你身边伺候吗？小月带小川出去玩了，子期来找我，有事吗？这位是蔡御医，你们从前应该见过。你是来给我看病的？不，在下就是想来给三小姐瞧瞧的，不知三小姐先前的心痛之症可有缓解？还好。这个还好是怎么个说法？无碍，也没什么事。乖，再让大夫看看。白三三看了一眼萧杰，见他眼含担忧，然后才点点头。蔡吉在萧杰的示意下，才将手搭在了三三的脉上，半晌之后，蔡吉才将手放下来。回殿下，三小姐身体并无大碍，只是一如既往。这三小姐身体比起常人更干净，没有一丝杂质，是极佳的体魄，除了尚还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三三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了解的，在闭关那2年中，他的身体便已经经过了淬炼，如今已脱离了肉体凡胎，只是比起目前他的修为和元神来说，还是稍有点不足，心中默默叹息了一声，看来淬炼肉体为神体还是任重而道远呢。萧杰闻言也放心了不少。在担心什么？担心三三会不会不好？不会的。而就在此时，萧杰神色忽然变得有点不太对劲儿，脖颈后方的图腾也忽然开始变得灼热，散发出黑气。乖，我还有点事先走了，若有什么的话便吩咐安中。刚刚我好像感觉到了妖力。三小姐，不知在下是否能坐坐？自便。多谢三小姐。三小姐，正好殿下离开了，在下也有些话想要与三小姐单独说说，不知三小姐是否方便？你想问我什么？萧杰飞身离开相府之后，直接飞向了上京城郊外的树林中。他极力控制着体内快要控制不住的力量，双手结印，盘膝原地打坐，身上那股爆裂的气息这才开始渐渐的收拢，逐渐回到体内，身体也才慢慢的归于平静。10年了，他能感觉到封印快要消失了，看来他也要找个时机离开夏朝回去一趟，顺便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干净。不瞒三小姐，我蔡家祖上也曾有大能者、修行者，在祖上传下来的典籍中也记载着曾与仙神有点渊源。我方才所用探查您身体的办法，便也是祖上所留下的医经中记载的方法。蔡某不才，也是在这几年中才学会了此等医道术法。理解。我这里有一本小札，想要给三小姐过目看看，不知三小姐识字吗？你觉得我不认识字吗？误会。在下知道三小姐和寻常人不一样，之前得知三小姐在见到战王殿下剑时身体会有异样，所以在下便翻遍了所有典籍，查找所有相关记载，但所有的医书中都未曾有记载，只有这本小札中先祖曾有所提及，所以这次过来，在下便特意带了过来，让三小姐也看看。三三在疑惑中翻开了这本小札，字里行间那种熟悉感也越来越深。三三直到看到其中一页记载时，神色才微微有了一丝变化。今日采药之时，欧甚跌落悬崖，幸得恩人所救。恩人不仅救吾于危难，更授吾以医道之术，方知医道之术亦可修成大道。再见恩人，却见恩人胸口淌血，探知
惊觉恩人竟已无心，虽不知是何缘故，但为报恩，吾倾尽所有将恩人救活。吾大限将至，也不知能否再见得恩人一面，也不知恩人是否忘了我。吾倾尽一生，终究未能修成大道正果，终究未能追上恩人的步伐，终究未能再看恩人一眼啊！你的先祖叫蔡琳。三小姐是如何得知？您是不是那位恩人的转世啊？是我，蔡琳与我有恩，当年未回报，如今你若有什么要求，可尽管跟我提，能满足你的，我一定会承诺于你。不，您才是我们蔡家的恩人，我怎敢对恩人提要求？该谢的人应该是我才是。好像忘记的事有点多呢。妹妹，你没事吧？蔡玉意，若三三有什么，你直接与我说便是。我作为三三的哥哥，有权利知道三三的情况，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会照顾好我妹妹的。你就放心告诉我吧。三三她到底怎么了？三小姐，没事啊，您不必瞒我，有什么您与我直说便是。真没什么呀。蔡玉意，您说话都结巴了，您就别瞒我了。无论三三有什么，她都是我妹妹，我都会好好照顾她的。您不必言辞闪烁，可如实相禀。白少爷，您误会了，三小姐真的没事，真没事，真的没事。那既然没事，蔡玉意，你方才哭什么？蔡吉表示，他见到了传说中的恩人，感动的不行吗？三小姐一切尚好，就是舟车劳顿，在家中多休息休息即可，没事就好。有劳玉意了，如此。这本小茶便放在三小姐这里了。白三三轻嗯了一声，看着蔡吉。若有什么事情，三小姐找人直接传唤我来便可。蔡吉也会时常来探望三小姐，不知三小姐……好。是，多谢三小姐。直到蔡吉几次三番感谢不舍离去后，白子轩才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妹妹，蔡雨衣这是怎么了？可能被吓到了吧。自己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出现在他面前，还是以这样的模样，的确是有点吓人的。吓到？少爷，三小姐，太子殿下来了，说是听说三小姐回来了，特意送了点东西过来。闻言，白子轩眉头一紧，脑海中警铃大作。太子殿下当初可也是想要求娶他三三的。三三乖乖在院子里待着，哥哥去处理。一日，听说太子殿下去了一趟相府之后，回到宫中便被皇后罚在东宫关禁闭了。段誉心中无愧，所以即便是被罚了，那也认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连白子轩也不待见自己了，连自己堂堂太子殿下都不尊敬了，字里行间的挤兑自己，属实让他有些郁闷。看书就知道看书，什么时候能操心点国家大事，插手政事？如今战王如日中天，大家谁还会记得有个太子殿下？还去看白家小四儿，是要气死本宫吗？皇后娘娘，太后娘娘召白家三小姐进宫了。皇后娘娘，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贤妃妹妹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灵儿不是刚回宫吗？你不陪着女儿，怎的跑到我这儿来了？皇后娘娘，臣妾来就是为了灵儿的事儿。灵儿出什么事儿了？回皇后娘娘，灵儿一回来就找臣妾哭，说这白家小三儿一路上都在欺负她，还打了她。白家小三儿仗着自己是丞相女儿宋国公的外孙女，为所欲为，臣妾哪敢找白家小三儿的麻烦，只能求皇后娘娘为臣妾做主了。这件事事关重大，白三三被谨身后，此时本宫也不宜做主。不过本宫得知太后娘娘正要召白三三进宫，刚好你可以去太后娘娘那里瞧瞧，找太后评评理。可是娘娘，3年前丽嫔他们想找白三三麻烦，3年前之所以丽嫔他们反而会被教训，那是因为她本身便理亏，而且恰好战王殿下当时也在，便护了短，且又是私下找的白三三，自然容易落人口舌。你这次去找太后，与她当面对质，让太后娘娘评理，又有谁会难为你呀？多谢皇后娘娘，臣妾知道了。白三三接到被召进宫的旨意的时候，原本不太想去，但燕川说好奇这个地方的皇宫是什么样的，加上来人也说了句太后娘娘可想三小姐啦，天天都念叨着呢，所以三三还是决定去一趟。我才是相府夫人，听到没有？都叫我夫人。是夫人。娘亲一定为你找个好夫家，嫁得风风光光的，比那个傻子风光，知道吗？我的女儿生来高人一等，怎么能比傻子差呢？我女儿生来就高人一等，我可是公主啊！
还不把公主带回去？神级平阳公主被搀住回了美心院。都怪你，都怪你，扫把星！姐姐，等等我！派人好好照顾2位小姐。是，老爷。妹妹，跟你没关系，你别多想。你哥哥说的不错，你别多想。我没有多想，他们的娘亲想弄死我，结果被我弄疯了，这是他咎由自取。而他们2人因为此事对我心生怨恨，这也是理所应当。三三，但作为爹爹，应该多关心自己的女儿才是。还有，告诉他们，若有能力复仇再找我，若没有就不要不自量力。你2个姐姐，爹爹会安排人照顾好，家里也不会再出以前的事，相信爹爹。不管怎么说，这个爹爹当的还是有进步的。白子轩送到门口，叮嘱了2句，也没再往前。阿志啊，那就是你爹呀！那老小子看起来怎么傻乎乎的啊？白三三没有说话，毕竟在他看来，小川自己比较适合他这一句话。哎呀，你别说啊，九州大陆啊真热闹，都没什么灵兽魔兽上街，好多人呢。阿志，你说凡人明明渺小的跟蝼蚁一样，又是怎么建立起城邦，还能在这种危险的天道法则中修炼成神呢？我也是凡人。切，你不是神吗？你又不是凡人。不，他是人。在那个手札中，蔡琳第一次见他还不是神，那个时候他是半神，亦或是强大的修行者。从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生来便是神，因为他的记忆中只有成神后的记忆，但在蔡琳的手札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不是神，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从凡人历劫成神的。而成神之前，他的武器就是陨心剑，在成神之前，他的心就已经遗失了。你见过其他神吗？能是神的人也只有神吧。其他的神我听说是有，不过我不跟神打交道，而且我一直以为啊，神是和我们同一时期混沌初期便有的，所以知道的不多，也没听说凡人修炼成神的。你不是神吗？你不知道啊？三三没有说话。怎么，你怀疑要弄死你的人也是神？别说，老夫最近总感觉这九州大陆位面传来波动，老夫怀疑有人越界了，会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呀？不过不对呀，又没人知道你活着，怎么可能会冲着你来呢？那就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得随时准备好东西，准备跑路啊。小川的家在北冥。怎么，你是打算跟老夫逃去北冥？但是北冥现在不归老夫管了，被那个阴幽王占领了。这个阴险的小人，当初我要不是受伤了，北冥怎么可能会落到他们手里？看这孩子小的都3年了，都没怎么长个，肯定是吃了不少苦。稍后奶奶呀就让人多送点补品去相府，可得赶紧补回来。倒也没有。三三真懂事，明明受了苦，却偏说没吃苦，真叫奶奶心疼啊。三三是子气找到你的，不知子气是如何找到你的？从天玄门下山准备回来的时候碰巧遇到了。天玄门？你去了天玄门？那你跟天玄门是什么关系？他们叫我小师叔祖。乖乖，这话可别乱说，小孩子家的说玩笑话便罢了，可不能到外面说去啊。三三天玄门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那你若是他们小师叔祖，那你岂不是辈分和他们师祖都齐高了？我说的是实话。夏帝和太后自然是不信，所以见三三认真的反驳的时候也没说什么，都只是笑笑，当成孩子的戏言了。陛下，太后娘娘、贤妃娘娘来了。太后娘娘，您要为臣妾做主啊！而贤妃没想到夏帝也在。臣妾见过陛下。出了什么事？这么咋咋呼呼的，也不怕惊扰到太后？臣妾见过太后娘娘。免礼，后宫之事一切乃皇后做主，照哀下来，所谓何事啊？皇后娘娘做不了主，臣妾便只能来找太后了。还请太后娘娘、陛下为臣妾的女儿灵儿主持公道。什么？陛下也在，那倒是有好戏看了。是的，娘娘，现在贤妃娘娘已经在永和宫了，二公主也被换过去了。随时注意着永和宫的动静，发生什么事了立马来报。是，娘娘。半个时辰后，贴身宫女便传回来消息了。启禀娘娘，贤妃娘娘已经带着二公主走了。走了？这么快？是娘娘，
贤妃娘娘被宫人搀扶着，带着二公主刚刚走呢。他们说了什么？白三三有没有被治罪？回娘娘只知道白三小姐把贤妃娘娘打了，永和宫中具体发生了什么，奴婢也不知道。什么？怎的又把人打了？而且还没有被治罪，当真是妖女能施展什么媚术把人给蛊惑了？你一直在路上欺负她呢，还好太后和皇上没信她的话。不，他们信了。信了？他们相信我在欺负他，但不敢欺负我，因为他们对我做不了什么。四月忽然之间觉得主子的身影特别的高大，崇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只是端林母亲那个女人太激动，想打我，我便给了她一袖子，原本也没打算动手的。虽然主子话少，可有的时候若是说起话来，几句话就能气死人的。说打吧也算不上打，但伤害不高，侮辱性很强。四月驾着马车，白三三则躺在马车中的软榻里休息。主子，不对呀，怎么这么久都还没有到相府？已经1个时辰了。白三三懒懒睁开眼睛。已经1个时辰了吗？是啊，主子，已经1个时辰了，相府迟迟不到，路也有点问题，好像刚刚走过，可是我明明就是按照之前的路线走的。迷阵，修行者布下的迷阵。三三落在马车顶，在这里等我，我去宰了这个人。随着白三三的消失，周围的场景也变成了一片树林。竟然已经到了城外。燕川懒懒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继续在马车里睡起来，丝毫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反正对燕川来说，若是三三发生什么，他是有感应的，而且也能直接找到他。这家伙怎么跟主子越来越像了？除了吃就是睡。是你们引我来的。你这女娃娃果然不简单。你是谁？引我过来是想做什么？当年在岐山和那条妖龙交战的女娃娃就是你。小丫头，我们乃九州大陆修行宗家赵家的人，今日你只要乖乖地把你身上的噬魂兽和修炼秘法交出来，我们便放你离去，如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原来又是来跟我抢小魂的。臭丫头，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识趣的话，现在就把噬魂兽和你的修炼法宝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们动手了。哼，傻叉！你说什么？你在骂我？你脑子有问题吗？让我交出来，怎么交？自己拿不到就让我给你，无能又愚蠢。臭丫头，敢骂我？给我上，拿下他！砍死你们！在对方逼过来的瞬间，脚尖点起，整个人离地悬在了空中。哎呀，打架了！就在燕川前脚刚走，又一道身影落在了马车旁。战王殿下。三三在前面。是，有战王殿下在，主子就更不会丢了。有战王殿下和燕川、小魂在，主子应该不会有危险吧？而此时，三三的眼前已是一片尸山狼藉。怎么可能？就一刀的威力，就让我的人死了一大半？你那到底是什么武器？破天！小魂舔了舔爪子，虽然饱餐一顿了，但他也不介意多吃点生魂。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强大的气息缓缓地朝这边接近，只见一顶白色软轿从空中飞过来。见过神使。不是让你们去办事的吗？在这里做什么？回神使，我们已经到下了，准备完成您交代的事。路上遇到了这个丫头挡路，而且这个丫头身上还有一头上古凶兽，我等不敌，所以还请神使能够为我们赵家报仇。没想到啊，在九州大陆竟然能看到噬魂兽，这是一只幼年便化形了的噬魂兽。主人，这个人很强。阿直大佬，打架怎么不喊我呀？他鼻子嗅了嗅，觉得不太对劲儿。神庙的人，可神庙的人怎么会出现在九州大陆？神庙很熟悉啊。他从脑子里的记忆里扒拉了一下，大概想起来了。神庙是一个渗入各个位面、接近于宗教的组织，而且神庙的人在自己的位面中修为都极高，而统治神庙的人是神。你是什么东西？你又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身份？你他娘的才是个东西！他娘的不是个东西！他娘的不是个东西！你他娘的才不是个东西！原来是化形妖兽，既然能认出我们，看样子也应该不是这个位面的妖兽吧？既然如此，给我全部拿下！他后方的白衣人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带着铺天盖地的杀意朝他们扑过来。哎呀，给你狂的啊！看老子怎么打得你们满地找牙！瞬间风起云涌。看
看到眼前忽然画出原形的燕川。妖龙。三三平眉，这些白衣人的修为接近这个大陆修为的顶端。小川现在的实力虽然也差不多，但对方人多，而且是外来人，手中法宝极多，小川不一定是对手。销魂。是，主人。只见一道黑影飞入战场，死气弥漫，席卷了整方领域。众修行者惊骇，即便相隔甚远，都汗毛直竖，脊背发凉。更不必说此地的赵家人都已经无法动弹了，像是被定在了原地，睁大瞳孔看着空中两只庞然巨兽。白衣男人盯着他们的方向，目光冷眯。果然不愧是上古凶兽，若要拿下他们，便只能在此地拿下，否则一旦他们去到了上位面，以他们的修炼速度，实力必然暴涨，届时要再对上就麻烦了。白三三轻拢了下眉心，指尖捏了个诀，便布下了一个结界，这样无论他们怎么打，都不会被其他人看到。你们来九州大陆做什么？白衣男人这才记起还有一个小丫头。这个结界是你布下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们来九州大陆做什么？顷刻之间，从眼前的小女孩身上迸射出一阵磅礴威压，朝她逼过来。白衣男人目光惊骇，这才不敢再小看眼前这个小丫头。你是什么人？我耐心不好，既然你不回答我的话，那我就动手了。白三三手中破天倏地划过一道寒芒，他眸子一凛，手中结印，去。两股力量的碰撞让这整方天地都抖了抖，两人也都被这股力量震得往后退了一点。萧杰出现在附近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归于了平静，而此时他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那股力量又在冲撞封印。他知道三三就在附近，但却找不到他。结界，小丫头，无论你在九州大陆再如何厉害，可你别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你想的有点多，虽然还没恢复到巅峰时期，但杀你还是能杀的。白衣男人被激怒，飞身便朝白三三发起了攻击，三三却站在原地根本没有动。与此同时，他周身的气场开始暴涨，只见寒芒逼来，带着破空之势，地级法器的力量仿佛连着空间都能劈开。突然那强大的力量竟陡然归于了平静。怎么会这样？三三一记旋身，在他转身的瞬间挥出了一记仿如能毁灭天地的力量。破！庞大的力量震天动地，白衣男人也往后倒飞出去了。我说过，杀你我还是能杀的。怎么会消失？三三当然不会告诉他，他方才的真气和力量都被自己的空间吸收了。三三的空间能够吸收灵气，自然也能够把这种力量吸收进去，只不过能吸收与否，或是会不会对自己的空间造成破坏，就看对方和自己的灵石谁更强大了。显然对方的灵石远没有他强大，白衣男人怀疑眼前这个女孩身上有什么秘宝。看来我要认真了。不要为你的菜找借口。白衣男人眼神陡然狠厉，双手结印，一股庞大的真气瞬间朝白三三袭去。三三飞身而起，躲开了那道真气的攻击。与此同时，白衣男人直接解开了自己在九州大陆来的封印，修为陡然暴涨，迅速恢复到了不属于九州大陆的神魂期。果然是神魂期，若是吃了他的金丹，应该会长很多修为。而白衣男人在解开封印之后，携着一股铺天盖地的强大力量直接朝着三三飞过来。三三正要动手，身子突然之间像被定在了原地，他体内正有一股强大的真气不断的流窜，丹田灼热，动弹不得。哎，这是要晋级了吗？耳动杀心的白衣男人在看到三三这副模样，想到刚刚这丫头也是没动，忽然让他心生警惕。即将逼近的强大真气被他突然化掉了。白衣男人吃了一次亏，不敢再大意了。即便他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到了神魂期，可眼前这小娃也极有可能是大能者夺舍。若是如此，只怕身上还有什么厉害的法宝。白衣男人迈着步子左右踱来踱去，观察着白三三，但白三三却依然一动不动。普通的进阶他是能动的，但此次的进阶恐怕直接是跳了境界，因为灵气和真气太过磅礴，全身上下的骨骼经脉都在被重新淬炼，才会导致他如今动弹不得。但三三是有感知的，能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所以若是非要动手，他只能强行打断进阶。白衣男人拧了下眉，泛着寒光的长剑一挽，不打算再继续挡下去。他的修为恢复到神魂期，很快就会被位面法则察觉，再等下去他会遭到天道惩罚。地级法器的力量顷刻被他祭出，燕川一爪子将一个白衣人按得血肉模糊。察觉到这股力量，阿直，他龙尾一甩，便化作一道流光朝三三飞过去，同时小魂也化作一道黑影向三三飞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又有一道影子比他们更快，如一道闪电直接掠过来。只见到一头通体银白的巨狼以硕大兽身挡在了三三的身前。大家
将三三护在身后。他一双银爪猛地按在地上，一按，大地瞬间以他爪子为起点开始皲裂，强大的妖力瞬间遍布了整个领域。接着他纵身一跃，直接朝白衣人扑过去。好强大的妖力啊！这是什么妖？应该是狼。结界之外电闪雷鸣，整个上空云海翻涌。啊！连天劫都引来了。燕川和小魂刚过来，身后还没死光的白衣人又再次逼了上来。你牢牢的！身子一旋，便又飞身回去干架了。销魂冷厉的瞳孔散发着嗜血的冷光，转身化作原身，张开血盆大口扑了回去。三三睫毛轻轻地颤了一下，身体里的真气也陡然暴增，全身上下每一寸经脉骨络都在被重新的淬炼。而正在和白衣男人战斗的银狼仿佛妖力不完，在已经完全压制白衣男人之后，却忽然被反压制。白衣男人看准时机，趁此机会立刻朝银狼发起攻击。银狼被法器所伤，整个身体四肢都朝后滑出了几丈之远，他乘胜追击，举剑便向已经受伤的银狼劈过去。而就在此时，三三双眸倏地睁开，在白衣男人攻击即将接近银狼之时，他手腕一动，破天刀所带的气刃如风卷残云般直接就劈了过去。气刃所至如山崩地裂，大地都被劈开了一道沟壑深渊，掀起了尘土漫天。进阶了就是好，都不用打，砍一刀就死了。进阶了就是好，都不用打，砍一刀就死了。银狼也看向了他，看着他的目光也放下了心来。而此时却忽然有一颗金色发光的东西从死了的那人丹田处飞出，想要逃逸。想逃？那要逃逸的元丹便已经被抓回来，落入了他的掌中。这元丹便是上位面修行者的灵力和灵石所在，若是逃逸，便可有机会夺舍重生。所以他直接将这元丹捏碎了，然后扔进了灵智空间，等小川和小魂去吃。本来他想吃的，但以他现在进阶后的修为，吃了也没有多大用了。而元丹捏碎了和不捏碎吃，效果也差不多，所以就干脆捏碎了扔在空间里，免得被他跑了。这时候燕川和小魂也把人都杀光了。看到白衣男人死了，小魂立刻双眼放光的飞过来收尸。这帮人还真难缠，怎么身上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法宝？所以老夫最讨厌遇到神庙的人了。能力不行，法宝倒是一堆，有本事跟老夫一样裸着身体来干啊！神庙这帮伪君子，等老夫以后重回北冥，夺回老夫的地盘，就把神庙给端了。好漂亮的毛毛。三三走到银狼身边，银狼眼睛紧紧地凝视着他。坐。银狼庞大身躯乖巧地坐下，银狼一直看着他，那双眼中还有着一丝害怕。大狗狗。是狼。大狗狗。银狼看着他期待又认真的眼神。哇！三三满意的笑了起来。是紫气。银狼浑身一怔，不可思议的看着他。受伤了。忽然银狼狼尾一下卷起了白三三，将他扔到了自己的背上，旋即身子一动，眨眼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原地。怎么知道是我？认得出来。眼前的银白色的硕大巨狼也幻化成了一个男人。是他。那个男人也是兽，可我之前怎么一点味道都没闻出来？萧杰变回了人形，可却还有一些特征没有完全消失。紫气。小鹿还想融，好可爱。我还不知道怎么收回去。有点尴尬。他是第一次变身，正在熟悉妖力。想摸摸。小杰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垂下头，屈服于可爱。好滑，热乎乎的。紫气是妖。小杰一对银白色的狼耳抖了一下，又竖了起来。他似乎知道了怎么控制，所以很快便将耳朵收起来了。算是，也不是。半妖。我身上的妖力也被封印了10年了。难怪之前看不出来。你不害怕吗？会不喜欢吗？我也是见过世面的。我不是夏朝人，我来自另一个大陆。我的父亲是妖，母亲是人。我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来历，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只知道，从出生开始，那个地方的人就不喜欢我和我的母亲。10年前，我的妖力开始显现出来，也开始有了一些妖兽的特征显现。我师父便将我用妖力封印，用玄冰寒气压住了我体内的妖力。10年前，我流落到九州大陆，误打误撞之下救了夏皇陛下一命，被他带回了夏朝，收为义子，并收留在朝中。然后呢？最近我能感觉到封印在松动。师父当年说过，这个封印的有效期也只有10年。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妖力，也是第一次化形，所以刚刚担心你受伤，便没控制住化了形。你师父是谁？这个不知，他很神秘，亦不知是男是女，但很强。那你老家还有亲人吗？没有了，
母亲在我来到九州大陆之前便死了，父亲从未见过，其他人都想杀了我。那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子期愣了一下，冷得令人心悸的眼中也在渐渐地变得柔软。见子期没说话，三三在看他半晌后，目光微敛了一下。你的神识受损了。是封印消失破除之后的副作用。师父曾说过，我的神识有些特殊，若是受损，也许会有一些麻烦，所以他早早的便抽出了我的一缕神识，炼成了魂玉。在封印消失之后，只要将魂玉吸收，便能够恢复神识。魂玉不在你身上？那魂玉在子期的老家。子期现在神识受创有些严重，若是不快点修复，很难晋升，妖力也难以控制。妖力易散，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最坏的状况就是会爆体而亡。那你要回去吗？小姐没说话，眼底有些复杂。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瀚海。我知道了。即便是我离开了，我也会回来的。哪里都能找得到。这话三三说出来时并未想太多，于他而言也是实话实说，可听在萧杰的耳朵里却是一种承诺，一句让他欣喜受宠若惊的话。也不知道狼肉好不好吃，跟狗肉一样吗？好吧，其实在他眼里，狼跟大狗狗也没什么区别。萧杰站起身，顺手就把三三抱起来，他胸口的伤势在敷药之后也好多了。小魂化作一道黑影，立刻飞向了白三三的肩膀。萧杰冷冷扫了小魂一眼，不过也没说什么，就是心中想到小魂也是化形少年，心里就有点膈应，还很不舒服。小魂才不管他，反正他只要跟在主人身边就好了。故意用小脑袋蹭了蹭三三的脖子，看，他才是主人最喜欢的兽兽。有条蛇跟他争宠就算了，又来一条大狗，明明他才是第一个跟在主人身边的。这噬魂兽既然已经化形了，还跟三三这么亲近做什么？不知道雌雄男女有别吗？萧杰有点郁闷。三三身边除了小月，燕川和小魂都是雄性，三三整日与他们厮混在一起，会不会连男女之别都不知了？看来日后他得跟三三说说才是。丫头本来就单纯，以后长大了，万一被人欺负了，占了便宜怎么办？方才的那个人看起来不是九州大陆的人。不是。三三为何会跟他们对上？想抢小魂。主子，见你们这么久还没回来，担心您出事，所以四月才自作主张离开了原地。三三看向四月，轻轻嗯了一声。小川呢？刚刚臭蛇留下来了。小魂刚说完这话，就听到一阵操声操气的声音。什么玩意儿？表面正人君子，打不过还不是跑了？都他娘的是些伪君子！发生什么事了？哎呀，你怎么在这里？燕川左看看右看看的观察了他半晌，又动了动鼻子嗅了嗅。哎，你就是刚刚那只大狗啊！哇！哎呀，原来你是狗啊！哎呀，原来你是跟我们一样，不是人呐啊！哎呀，笑死老夫了！你这家伙竟然是大白狗！有本事别用武器！有本事闭上你的嘴！切，闭嘴是不可能的，一辈子都是不可能的。他撇嘴儿，然后看向白三三，看到那小子把白三三抱在怀里，都想伸手过去把他给拉下来。同样都是兽，他堂堂北冥龙王当坐骑，怎么都比一只狼有面子吧？也不知道这女人怎么想的，老让这家伙抱，自己多威风啊！能上天能下地的，这狼能飞吗？能下水吗？方才你跟人打架了？不错，刚刚你们走了之后啊，老夫把那几个家伙严刑拷打了一番，正要下杀手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多管闲事的人。那人修为不错，也能打，当然了，跟老夫比起来还差那么一点点。那家伙手里不知哪里来的7品法器，吓老夫一跳，还以为什么玩意儿呢，结果趁老夫不注意就跑了。赵家还跑了一个，嘿，气死老夫了！早知道啊，就早点弄死他们了。不过老夫倒是从他们嘴里问出了点东西。三三搅动了一下，萧杰会意把三三放下来。问出什么了？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些修行者和神庙的人是一伙的，神庙的人让他们来夏朝找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东西？不猜。你猜嘛？销魂恶寒，浑身一哆嗦，四月也忍不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萧杰皱起了眉，眼神也冷了几分。这龙是不是有病啊？懒得猜。哎呀，你猜嘛，你随便猜一个就行。那是来旅游的？那当然不可能了，没猜到吧？哇！菜鸡大夫能治兽类的脑子吗？应该呢。
菜鸡大夫能治兽类的脑子吗？应该能。燕川是一条心大的龙，反正三三猜了他就满足了。神庙的人让赵家找的一样东西，就是……燕川正要说，发现这里还有个外人。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我单独跟你说。子期不是外人，你说便是。神庙要找的东西是太道皇书的残卷，你知道这玩意儿吧？一本据说可以看到过去，推演未来，甚至能够改变未来将要发生的事的一本书。他们要找的残卷，便是看到过去的那部分残卷，也就是太书。太道皇书，原来他们是冲着这个来的。那人说太书就在夏朝上京，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赵家现在替神庙办事，所以才会来上京，就是为了找到那本残卷。不过如果真的太书在这个地方，那咱们先下手为强，先找到这玩意儿怎么样？好。不知道这东西在哪儿，既然在上京也好找啊。等老夫改天把上京翻一遍。乖乖长高了。是长高了点儿。也许是因为进阶了。也就是说，乖乖的修为越高，就能长大。是这个道理。子期现在修为应该是无相吧？不错。很厉害。你想知道我的修为吗？想。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话？昏之大，一锅炖不下。对，是炖不下。我的元神力和修为，九州大陆的修炼等级是不足以衡量的。小姐这一下算是明白三三方才内话的含义了。不过在刚刚进阶之前，我的修为与你差不多，而现在我的修为应当是灵海期大圆满，即将到神魂期，而刚刚被我砍死的那个白衣男人就是神魂期。也就是说，三三现在的修为，确切来讲还不如刚刚那个白衣男子，但却随便一刀就把那个男人砍死了。那三三的修为根本就不能以常规的情况来衡量。见萧杰轻拢着眉心没说话。怎么了？没什么，只是看来他萧杰要更加努力修炼才是，这样日后才好护着这丫头。否则若是三三有危险，自己岂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其实子期已是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了，只不过我已成过神，自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若修为赶不上我，也很正常。我明白了。主子到了。萧杰戴上面具，宠溺地摸了摸三三的脑袋，便飞身离开了马车。三三看向萧杰飞走的方向，忽然想到子期属于犬科，若自己下一次扔一根骨头，子期会不会去捡呢？老爷，三小姐回来了，怎么样？没什么事吧？没受伤吧？没事儿，三小姐好好的呢，跟燕川公子一起回来的。哦，对了，还有战王殿下也一起把三小姐送回来的。战王殿下送回来的？那他走了吗？走了，一把三小姐送到门口就飞走了。去吩咐厨子准备晚膳，送到主厅去。是，老爷。妹妹，你今天去哪儿了啊？哥哥还以为是外公家把你带走了，还跑去国公府，差点没被外婆一记降龙杖揍一顿呢。外婆还以为是我把你给弄丢了。走错路呢？怎么走错路了？你不认识路，死月那丫头还不认识吗？人没事便好，若是不认识路，以后出门便再带上2个人吧。我出门都没带那么多人呢。不必。要不以后我跟着妹妹出门吧？胡闹，哪有一个大男人天天跟着妹妹跑的？白子轩挨了骂，撇了下嘴儿，但却悄悄冲着三三吐了下舌头，转身便恢复一派正色的模样。三三原本清淡的小脸儿也被白子轩逗得笑了起来。好了，都吃饭吧，这里有不少名贵的食材，都是战王殿下差人送来的，特意送给三三吃的。特意给三三做的菜，他也让人专门放在了三三的面前。听到专门给三三送吃的这句话时，白双儿脸上明显露出了一丝嫉妒，白雨儿就是生气。子期，这是战王殿下的字，你可不能这么喊。我和他有婚约。妹妹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今天在宫里有人提起。不错，在3年前陛下便将你许给了战王殿下，当时陛下非要将你许人，满朝为你招亲，最后是战王殿下去向陛下求娶，才算是了结了这件事。原本想等你长大一点再告诉你的，既然你问起了，那爹爹便不瞒着你了。此事全然看你的意思，总归你现在还小，日后如何还未成定数，所以爹爹不干涉此事。若是你以后不想嫁，便不嫁，我白家和你外公家必是站在你这一边，即便是违抗圣命。爹爹说的不错，三三放心，哥哥绝不会让你受委屈。那个三三呐，战王殿下也不是有意要瞒着你，
只是想让你长大一点再告诉你这件事。不过爹爹原本就不想瞒着你的，也是战王殿下跟爹爹说，让爹爹暂时不告诉你。爹爹想着战王殿下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便没告诉你。白双儿心中冷嗤了一声，假惺惺，能嫁给战王府高兴都来不及吧，装什么装？无妨。三三并不在意，问完事情缘由之后便没把这事再放在心上，不过是因为是子气，所以他才有点好奇，问清楚就好了。饭后三三便带着四月准备回院子了，但忽然被白轩叫住了。三三回头疑惑看过去，当初你这名字只是取的乳名，还未取正名，要不要爹爹再为您取个正名啊？不必了，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罢了，并不重要。说完他便转身继续离开了。看着三三离开的背影，白轩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愧意。三三回到院子之后没有回房，而是飞到了屋顶打坐吸收月华。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当人也不错呢。那可不行啊，当人有什么好的呀？凡人那么渺小又愚蠢，你看我一爪子都能拍死，就跟蝼蚁一样。你是神，就要有神样。他还等着阿芷恢复到巅峰时期，以后带着他去千界作威作福，到处去威风威风呢，哪能当人呢？不是当凡人，我自然要恢复修为，将这个肉体练成神体，顺便杀了想杀我的家伙。听到三三这么说，燕川才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这才对嘛。凡人寿命有限，终究活不长久。我见多了生死，所以便从不在意生死。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活得久一些。你说的是你的这些亲戚吗？三三点点头。那你就多炼一些丹药，给他们延年益寿，这对你来说不就是随随便便的事吗？燕川满不在乎，他也活了很久很久，所以对生死早就看淡了。只不过他看淡的都是别人的生死，自己不行，自己得活着。小川，等到我修为巩固，我们就离开九州大陆，回你的北冥，把你的地盘抢回来，去找我的仇家，把他们杀个干净。哎呀，好，我老早就想杀回北冥了。那该死的阴幽王也不知道把老夫的北冥折腾成什么样了。咱们怎么离开呀？你会画传送阵吗？你的修为可以破碎虚空出去，老夫怎么出去？老夫打个洞？倒也不是不行，就是时间有点久，要花个几百年。小川，你说我成神之前是什么人呢？那我也不知道啊。你不是说是人吗？你的修为是不是已经超出这个大陆修行者最高的等级了？那你怎么没被位面法则给劈出去啊？我瞅你刚进阶，也不像压制了修为。不知道，可能是我好看。这女人能不能好好说话啊？别以为长得这么一副挺他娘可爱的模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翌日，整个上京城中都开始沸沸扬扬地流传着一些传言，都在说战王和白相府三小姐的婚事，而且这一次的流言中，竟都开始抵触起了战王。虽然说战王殿下战功赫赫，可也不能这么做吧？相府三小姐也还小呢，莫不是她有什么病不成？放着好好的大姑娘不要，非得要个孩子？就是，据说战王殿下容貌丑陋，连牛都能吓死呢，到时候又吓出一条人命来怎么办？对一个孩子使用这种下作手段，可不太好吧？战王殿下怎么是这种人呢？我不相信。嗨，你也不想想，战王殿下虽然厉害，但是丑啊，面容丑貌也是可能导致心理扭曲的。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怎的平时受人爱戴的战王殿下，如今就被百姓们议论成这样了？他听了半天，发现似乎是有人刻意散播谣言。今儿个是上京1年1度的赏花词会，整个上京的公子小姐们都会到。今天一大早，宋燕就过来送了帖子，让我们早点过去。那是有很多漂亮小姐也在吗？自然是有的，上京几乎所有大户人家的小姐，亦或是有名气的小姐们都会到场。在下听闻燕川公子才情卓绝，又见燕川公子一身文人之气，燕川公子届时作诗一番，大展身手啊！所谓作诗也，乃小生之擅长也。既白兄邀请乎，那小生便却之不恭也。三三被燕川这番话给整得更困了，满脑子都是也。白子轩干咳了一声，以掩饰尴尬，而看眼前燕川还是一副也的姿态，他也便没再说话了。而燕川却还沉浸在自己的知乎者也中，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说完之后还夸赞了自己几句。甚好，甚好啊！在这样一路的燕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气氛中。马车终于到了赏花大会之地。哎呀，这地儿不错，不错。三妹妹，表弟燕公子，三妹妹，
三妹妹好像长大了。对，就是长大了，真的长大了一点点。刚好我刚刚有一束花，你喜欢吗？谢谢。这花好看，给我看看。三三也自然地把花递给了燕川，燕川高高兴兴的就拿着那束花自顾自欣赏了起来，想着等会儿还能用这花去送给漂亮的小娘子套套近乎去。三三转手送人，让宋燕面色有些不太好看，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看向燕川的目光有些敌意了。我带你们过去，里面更热闹些。白子轩点点头，然后带着三三慢悠悠地走了进去。小月月，你说哪个姑娘最漂亮？不知道。不要这么冷冰冰的嘛，快帮我参谋参谋。四月根本没理他，抱着胳膊一脸飒气地向自己主子走了过去。哎呀，小月月真是一点都不温柔。然后转头就去自己到处自由活动了。这位姑娘，不知可否与小生同游花卉？果然不管是人还是兽，都要长得好看才行。这位燕川公子向来风流。是，大少爷。三妹妹，你看看你喜欢哪朵花，表哥去给你摘过来。表哥，倒也不必。三三也没客气，正好看到有一朵花很是漂亮，便朝着那边指了指。白子轩摸摸额头，妹妹还真的什么都不客气。正巧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战王殿下到。萧杰之所以会来这里是被人邀请的，他原本并不打算来，但这个人却故意说三三也会过来，而邀请他的人就是宋燕。他觉得有些奇怪，也想看看这小子到底玩什么把戏，所以便过来了。宋燕看到萧杰的时候冷笑了一下，拿着手里的花继续走向了白三三，但三三的目光却是看向同样朝自己走来的萧杰。三妹妹，萧杰抬了下手，宋燕原本要递给三三的花就立刻飞到了他的手里。宋少爷不会不知道，相府三小姐是本王的未婚妻吧？哥哥摘花给妹妹，战王殿下不会连这也要管吧？随着萧杰目光一冷，手中那花朵瞬间就化作了尘埃。宋二公子并非三三同胞兄长，又曾有过婚姻之事。三三年纪还小，不谙世事，可宋二公子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纪，莫非还不懂得避嫌吗？我和三妹妹乃青梅竹马，自小便一起长大，亲近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反而战王殿下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竟还敢信誓旦旦娶我三妹妹，无非是欺我三妹妹年幼无知罢了。宋燕，三三年幼不谙世事，而战王殿下却依靠自己是陛下面前的红人，让陛下将三三许配给你，如此行径岂不是和盗匪一般？而如今更是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莫非战王殿下当真丑陋无比，所以才不敢见人吗？怎么就吵起来了？四月也平了下眉，不知道宋燕少爷怎么了。表哥的意思是在说紫气丑吗？是这个意思。战王殿下息怒啊，表兄今日心情不太好。子轩，没你的事。紫气不丑，是不是三小姐被骗了呀？像是啊，战王殿下又没有摘下过面具，他怎么知道战王殿下不丑？肯定是被骗的吧？是啊，虽然我十分尊敬战王殿下，但是也实在不忍心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姑娘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啊。谁说不是呢？宋燕站在凉亭外和萧杰对峙，那模样似乎非要萧杰把面具摘了才作数。他就是故意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让萧杰出丑，让他难堪，就是要让所有人认为萧杰根本配不上三妹妹。凡人的确愚妄，很容易便被别人的话带着走，多的是心智不坚定，也正是心智不坚定，也就终其一生只能成为凡人。乖乖认为我丑吗？不丑。既然三三觉得我不丑，那别人认为我样貌如何，又与我何干？说的也是。不过无非一张皮相罢了。他唇角上扬，缓缓抬起手放到自己的面具上，而当那张面具慢慢摘下，露出了其中真容之后，所有人的眼中都浮现出了诧异和惊艳之色。你是战王殿下？宋少爷，莫非你在怀疑本王的身份？萧杰原本并不会因为这种挑衅而顺随别人的意思，只不过他不想三三因为他而被人议论。至于吗？这长相至于吗？老夫长得也不差呀。这臭小子，这个时候来出什么风头？真是……天哪！原来我们的战王殿下这般年轻，还有这般天然姿容。战王殿下和白三小姐可谓是绝配呀，说是金童玉女也不为过。宋燕怔在原地，脸颊也是火辣辣的疼。萧杰直接朝着凉亭走了过去，和宋燕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宋燕忽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撞到了一边。你的那点伎俩拙劣的可笑，打消你那不该有的心思，它不是你能染指的。萧杰走到凉亭外，伸了一下手。乖乖。三三看着萧杰一会儿，然后看了一下萧杰的手，旋即站起来，迈着小步子朝萧杰走了过去，把手放在了萧杰手里。萧杰的掌心冰凉，
比起白三三偏冷的体质还要凉。玩够了吗？玩够了，我带你去另一个赏花之地。我们走吧。你看，其实如果三三嫁给战王殿下也没什么不好，不是吗？宋燕皱着眉没有说话。战王殿下是个好人，妹妹还小，也从未逾越，对三三也一直都是以礼相待，也对三三极好。殿下每日可都会让人送三三喜欢吃的东西过来，日复一日。在三三失踪之后，又在外找了妹妹3年，他知道妹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知道她的很多连我这个兄长都不知道的秘密，但这些你我都不知道。宋燕在听到白子轩的话之后，神色也渐渐有了些变化。她一点都不了解三妹妹，自己什么都没为三妹妹做过，她只是想着因为几年前长辈的一句话而下意识地认定了三妹妹就是自己未来的妻子，所以她才不允许任何人跟自己抢。在白子轩这番话之下，她突然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姑娘，姑娘，何事？不知姑娘芳名，可否收下小生这朵花啊？四月皱眉没搭理这个男人，冷漠离开了。姑娘，谁知刚追上去就被什么绊倒，摔了一个大马趴在地上。切，小兔崽子也敢对我家小月月有歹心！说完，他也转身准备去找四月玩了。这是个赏花的地方。三三知道婚约的事了，生平第一次有了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此事你为何不告诉我？三三还记得当初你失踪之前，我曾带你飞到高楼上时问过你的话吗？三三摇头。三三喜欢跟我在一起吗？喜欢。那日我便去找殿下辞婚了，殿下想留我在下，早早便打算以婚事牵住我，而这次又主意打到了你的身上。即便我有能力护你，可女儿家背上婚约一事总有些麻烦，所以我便去找殿下，将你的婚约记在我这里。而且你年纪小，担心你受欺负，陛下所选的与你婚配的对象又大多配不上你，所以便想不若与我订婚，等你长大了，我便将婚约解除。当年他想做的便是护着这孩子，但这一护便已成了习惯。即便现在知道三三的实力在自己之上，可依然总觉得三三会受欺负。一开始的萧杰把三三确实是当孩子宠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目光暗敛，不敢看三三，别开了目光，一丝罪恶感在心中缓缓升起。你生气了吗？没生气。原本等着三三生气的萧杰看到三三这满不在乎的样子，却拧紧了眉，心中也沉了下去。真的不生气吗？三三准备点头，但发现子期的神色隐约好像不太高兴，莫非要自己生气才好？有点生气。萧杰眉目这才舒展了一点。三三会生气才好，会生气才像个人，才像个有七情六欲的人。白三三的确是不在意这件事，但他却在意了萧杰的情绪，或许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未察觉。这件事是我不好，那乖乖要怎么样才消解？既然子期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啦。耳朵。萧杰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过了一阵才明白三三说的什么意思。一对银白色的狼耳突然从头顶冒出来，在三三的手摸到柔软滚烫的狼耳的时候，萧杰脸色也有点不自在地看向了另外一边，任由三三对着他那对耳朵蹂躏。大尾巴呢？怎么感觉好羞耻？我可不想在人形的时候把尾巴变出来。耳朵就算了，尾巴，所以他没动。大尾巴没有。大尾巴呢？没，有。身后便立刻出现了一条硕大的银白狼尾。好可爱。这就是对我的形容词。子期是犬科。犬科？什么意思？说我是狗吗？那子期会接棍子吗？接棍子？就是我把棍子扔出去，然后子期把棍子叼回来。叼回来？不会。他这次立刻否认，不否认不知道三三还会不会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三三这脑瓜子啊，不知道一天到晚想些什么，总有些古怪的东西。好吧。婚约之事便是由此而来，若你实在是不喜我未婚妻这个身份，也可当它不存在。倒也无妨，若你喜欢便放着吧。三三，若是我将娶你为妻呢？娶我为妻？你敢娶我为妻？你愿意，我便敢。你曾说，若我活得长久，便可与你同生。此话还作数？作数。如此，
便好。看着三三娇嫩初出少女身姿的模样，萧杰发现自己心中的那份邪念也在滋生，对三三越来越强的占有欲更让他心中羞愧。三三见萧杰复杂的神色有些奇怪，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萧杰抬眸正要说话，三三却已经率先握住了他的手腕，突然一股热流探进他的身体，半晌之后三三才收回手，而萧杰的脸色却陡然变得惨白，旋即一口血便从嘴里吐了出来。越来越严重了，坐。萧杰看着三三，然后坐下来，三三也盘腿坐下来，三三双手结印，将真气运于掌中，旋即为萧杰疗伤。一刻钟后，三三睁开眼，小脸的神色也微微有些凝重。竟然没用。他尝试替萧杰修补神识，可却根本没有作用。阿芷，你喊我。萧杰喊出这2个字之后，自己也怔了片刻。我。萧杰开口却不知说什么，他刚刚怎么会脱口而出这2个字？你的神识融合过，有点不太一样，我没办法为你疗伤修复神识。三三的神识也是重新融合过的，但子气的融合好像是和他的不太一样，正常人的神识不可能融合过。你也是重生的吗？你也是被人打散了，或者被天劫劈散了神识，然后重新找到神识融合吗？萧杰见三三如此认真，也当真思考了起来。师父也曾说他神识与常人不同，若封印解开必会伤神识，需迅速用魂玉修补，可师父却没说过他的神识如何不同。三三所说的融合又是怎么回事？莫非从前他察觉到了身体里的另一个意识，便使他融合过的？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就是从我出生开始，我的修为和武功除了自己悟，便是师父所授。至于别的，我便不清楚了。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还不回去？你不是要去瀚海吗？我此去必有一段时，我担心若我不在，你怎么办？什么我怎么办？他一时没有说话，空气也安静了半晌。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如今不可再拖，早治疗，早享受。若是拖到晚期了，就不活了。别说与我同生，届时我便要黑发人送黑发人了。听着三三的话，他差点以为自己就要将行就木了。那若分别时过久，你会忘了我吗？不会。我也不会。在萧杰送白三三回府之后，便进了一趟宫。不瞒殿下，今日来，臣是来辞行的。你说什么？今日臣是来辞行的。真受不了这打击。臣会尽快赶回来。哈哈，你能回来便好。其实这一天朕早已料到，子期非凡夫俗子，是有大才大能之人。这些年效力于夏朝，却是有些委屈子期了。这些年也多亏陛下收留，是臣该多谢陛下才是。罢了，你也别跟朕客套了。你只要记着，夏朝你随时可以回来，朕也一直将你当自己亲儿子对待。在夏朝将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是朕为你留下的。如今夏朝也暂无战事，天启内乱，新帝即位，司马烈已死，以及鲛人族的烂摊子已经让天启元气打伤了，所以数年之内只休养生息，短时间内会对夏朝产生威胁的只有外界来人。普通的修行者，皇室养的宗师便能抵御，而真正的大陆中修行的强者也并不会随意出来，所以陛下要小心的是外界来者。这一次前来，除了跟陛下辞行之外，臣也有一件事情想要托付陛下。但说无妨。臣此次离开，唯一心挂之人便是相府家的三小姐，所以臣不在时，还望陛下能多加扶照。这是自然，你放心，朕自会护着那丫头。三三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若对她好，她也必然会记下。对了，臣听说三三曾同陛下说过，他在天玄门小住过一段时间。不错，朕出于好奇，是问过他去了什么地方，倒也没别的意思，便是想着这孩子失踪了3年，也不知在哪儿受苦，便问了一问。那三三可曾与陛下说过他同天玄门的关系？是说过，没想到三三这孩子平日里看着安静不爱说话，竟也喜欢说笑话。他说他是天玄门掌门的小师叔祖，这话也亏得这丫头能想得出来。三三所言属实。什么？属实？你的意思是说，白家小三儿当真是天玄门掌门的小师叔祖？我岂不是要把白家小三儿供起来？在下帝愣神的时候，萧杰说完拱手告辞了。不远处，太子段誉一边磕着花生米，看到萧杰离开的背影。战王兄今日进宫有何事吗？奴才不知，不过今日这2日关于战王殿下容貌之事倒是传得沸沸扬扬的，都道战王殿下有天人之姿势，模样英俊得很。天人之姿？本宫都没见过，早知道刚刚该过去看看了。太子殿下，陛下有请。
父皇找我何事？那奴才便不知了，恐怕要殿下去了才知道。走吧。父皇，玉儿，父皇问你一句话，你可要如实回答。是，父皇但问无妨。朕问你，朕这些年对你战王兄颇为偏宠，你可有不满或是记恨之处？其实一开始儿臣确实会对战王兄有嫉妒之心，儿臣并不否认。但是战王兄确实非儿臣所能及，儿臣对战王兄心服口服，所以即便是嫉妒也不敢有异心。儿臣对战王兄也十分钦佩，只想与战王兄交好。好孩子，那玉儿以为，若是子期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有朝一日他有这个能力成为这九州天下之主吗？夏帝的语气陡然变得霸气凌云，浑然的帝王之气让段誉全身都忍不住战栗了一下。但现在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父皇所说的这句话。当他细细领悟这句话意思的时候，肩膀却突然一沉。夏帝转移了一个话题，这几日若是有空，便去相府看看吧，给白家小三儿带点宫中好玩的好吃的过去，也多走动走动。好了，下去吧。是，父皇。等等，你母后性情多疑，又对白家有些隔阂，她所说的话你也不必多听。是，儿臣明白。白三三，你这妖女，杀我们赵家数名弟子，今日我们便要为我赵家讨回公道，杀了你这妖孽！不用说废话，你们来找我，无非就是想从我身上抢走不属于你们的东西，杀人夺宝罢了。你看，我就说嘛，凡人大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贪就贪呗，还非得找个借口，你说虚伪不虚伪？虚伪！少在那里胡说八道，小儿猖狂！今天我们便要为我赵家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雪恨，哪个大傻子敢欺负我师父？只见一道身影飞落在三三的面前。就是你们想欺负我师父叶天，就是叶家的天才，创立了武当宗的宗主，人称叶三丰的叶天。师父？谁是他师父？难道是那个男人？不少人都在他手里吃了亏，所以现在看到他，下意识反应里就有点害怕，但同时也都升起了杀心。叶天，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师父在这里，我为何不能在这里？谁想欺负我师父，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你什么时候收的徒弟？男主就是男主，这么短时间没见，修为便已经这般高了。谁？燕川一下想起来了，草鞋。对，我想起来了，阿史大佬有个徒弟，当初在幽谷里收的，是个臭小子，非要拜师，而且还用了一双草鞋贿赂。对，就是这个家伙。我管你什么师傅不师傅，我劝你现在最好别多管闲事，否则正好我们把你一起杀了。你可以试试。在说完这句话的同时，他转身看向了白三三。师傅。你好。师傅你放心，有我在，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好。既然如此，那今日正好，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各位，叶天顽劣不仁，大家也是有目共睹，若是再让他成长下去，只怕是后患无穷。今日但凡是助我们杀了这个孽障的人，便可去我赵家每人领取1枚5品灵丹。果然男主人公仇家都是极多的，以后还是不要承认我是他师父，仇家太多容易被找事儿。听到这话的燕川忍不住嘴角抽搐，说的好像阿芷大佬仇家少一样，去数一数，指不定到底谁的仇家更多呢。强大的真气让这整方领域的空气都在震动。我去，真牛叉呀！大佬，你这徒弟不得了啊！这才多久啊，真气竟如此浑厚。燕川见眼前战斗如此激烈，而三三却无动于衷，不禁问道：这么多修行者，还有好几个归真期浑水摸鱼的老家伙，你说这叶天也不会被打死？不会的。你这么放心呢？就算他被打死了，他也有复活甲。复活甲？那玩意儿是什么？能复活？那给我也整一个。有了复活甲，老夫就死不了了。你没有。凭啥呀？复活甲是主角标配，你不是。那是什么？三三懒得跟燕川解释，反正说了他也不懂，以小川的智商他也是无法理解的。两人说话间，叶天寡不敌众，已经重伤在身了。不知为何，叶天现在越战越是兴奋，即便重伤，可身体里也有一股意志在支撑着他的战斗。他周身的气场陡然暴涨，魔法翻飞，周围的灵气也开始不断地朝他的身体里涌入。他这是要做什么？估计要晋升了。男主角打着打着晋级是常规操作，那喝酒喝着喝着晋级是啥操作？我是神，自然不一样。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燕川和四月双双无语。果然如三三所说，
叶天不仅进阶了，而且还召唤出了一头9阶灵兽。修行者们大骇，对叶天也有了一丝忌惮，但也更坚定了他们要杀死叶天的决心。正常来说，叶天不会随便到某个地方。因为主角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伴随着故事展开，而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主角提供的机遇，所以赏金有宝贝。叶天虽然进阶，但因为刚晋级修为不稳，所以在群攻之下也是身受了重伤。三三平眉，往前缓缓地走了一步。你不是说他有复活甲吗？但是他是我的徒弟。叶天咬紧了牙，正要爬起来，但肩膀上却被一只小手按住了。师父。三三看了他一眼，然后收回了目光，抬眸看向前方杀气腾腾的修行者们。而就在这一抬眸的瞬间，一股庞然的气息顿时笼罩着整个领域，只是那一个眼神，仿佛周遭所有领域里的一切都已为他所控。修为稍微弱点的修行者已经七窍流血，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强大的杀意。现在正是阿芷大佬的装叉时刻，你就别去添乱了，要不然啊，读者会喷你。虽然不需要我出手，你们也杀不死他，但怎么说，这也是我的徒儿，岂能任由他人欺负？那正好，我今日便一起送你们师徒2人上西天去。虽然刚刚迸发出的杀意让他们依然有些害怕，可眼前这小丫头的外表看上去实在不像是难缠之人。如果他们合力，如此多的修行者，难道还拿不下一个丫头？在赵老二的一声厉喝之下，所有人都向三三发起了攻击，不知死活。顿时，三三手中破天祭出，黑色大刀带着气浪，顿时席卷了整个领域。而当七人抵达之时，修为低的瞬间化作了血雾。小月呀，你知道什么叫神仙打架吗？神仙打架就是一刀流。修为越高啊，尤其到达神境之后，人家打架都已经不动胳膊动腿了。越是简单的一个攻击，便越能看出一个人有多强，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没用了。比如神级的强者一拳就打死仙级的强者，毕竟这一拳能打死的人，谁还跟你来来回回打来打去，不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吗？像阿芷这样的又懒又贪吃的，你看每次都是一刀就把人看光了。要我说呀，主要还是对面太菜。据我所知啊，阿芷大佬厉害的可多了。主子还会什么？还会2刀3刀，砍，然后人全死无全尸了。三三收回破天，而眼前还活下来的修行者却都不敢再上前了。怎么会这么强？好弱，没有一个能打的。何方强者，竟在此如此伤人？原来是天玄门青红峰峰主前辈。我等再一次遇到2个顽劣之徒，发生了冲突，没想到这2人竟将我们所有的修行者赶尽杀绝，手段残忍狠辣。我等修为不敌，还请前辈为我等做主啊！颠倒黑白。就是，还请前辈做主，杀了这2个孽障。我倒要看看是何方贼子手段如此残忍。缓缓转身看向身后，惊喜又害怕，还带着恭敬。他忙上前几步，参见小师叔祖。平身。是，小师叔祖。什么？小师叔祖？这是什么魔幻剧情？师伯。燕川想了想，咦，这不就是那喜欢酿酒，结果珍藏了100年的酒被阿芷全都给干没了的倒霉蛋吗？同时空中又再次飞来2人。小师叔祖，我们走。想走？他瞬间化作一道流光追了上去。四月见状也追了上去，他知道这些人必须要斩草除根。小师叔祖，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吧？方才晚辈不知是小师叔祖，还请小师叔祖恕罪。无碍。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小师叔祖怎么会跟他们打起来？是他们先找师傅的麻烦，所以师傅才会出手。师傅，这是小师叔祖的徒弟。这么年轻的小子，竟然修为境界已经这么强了。原来如此，早知道方才便应该将这些家伙斩杀在此。我们天玄门下手还是不应太赶尽杀绝，总归天玄门是大门派，若是传出去容易落人口实。那就一起杀了不就好了，就不会传出去了。你这小子年纪轻轻的，怎的心思这般狠绝？徒儿说的对，小师叔祖所言极是，修行一途本就是弱肉强食，这些人既然想对小师叔祖不利，自然应当斩草除根。紫兰嘴角也抽了抽，易师兄这是听洛平师弟说，小师叔祖答应为洛平师弟炼制7品法器，所以现在开始一个劲儿的讨好小师叔祖了吧？三三手动了一下，一枚丹药便飞进了叶天嘴里。叶天吞下丹药之后，立刻感到通体舒畅。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小金呢？祖师爷是随我们一同出来。祖师爷说小师叔祖或许会有麻烦，所以便出关亲自来找您。那你们来做什么？
回小师叔祖，我们也是担心小师叔祖的安危，所以便一起下山来找您了。哦，原来如此。若是小魂醒着便好了，多好的一顿大餐。与此同时，燕川和四月也回来了。看到燕川，原本还一副傲娇姿态的紫兰立刻变得淑女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想跑出老夫手掌心，做他娘的春秋大梦。燕公子，哎呀，易峰主，你最近酿酒了吗？有的，我们峰上又酿了好些酒，若是小师叔祖以后回去，可以随时来喝。三三应了一声，反正有人白白送酒喝，他自不会拒绝的。既然小金和你们是一同来的，那么小金呢？回小师叔祖，祖师爷身份特殊，并未和我们同行。不过他说，若是见到小师叔祖的话，一定要用灵符告诉他。方才我们已经通过灵符传给了祖师爷，祖师爷想必现在已经知道了您的消息。紫兰除了一开始跟三三打了个招呼，便没怎么再跟三三说话了。而且他此次来的主要目的，他瞥了一眼燕川，却发现燕川根本没看他。燕川当然知道紫兰在了，但是这女人她惹不起她还躲不起嘛，所以连看都不看她。这娘们干嘛呢？瞪她干嘛？刚刚是在瞪她吧？呀，真可怕呀！这个杀千刀的臭男人一点都不解风情。帮我看着一下小天，眨眼便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主子，放心，若阿芷有什么事，老夫能感觉得到，他应该是去找什么人了。三三化作一道流光，直接落在了夏朝皇宫外。在这里做什么？三三，若是不习惯，便按照你习惯的来。是，尊上。以后有外人在的时候，我便唤你名字；若无外人，我还是唤你尊上。三三点点头。看来他们几个已经跟尊上见过了。方才见过。你不是在闭关吗？怎的出来了？最近一段时日，尊上可有感应到有外界来人？是有，还交过手。尊上修为进阶了？不错，是进阶了。那您现在是灵海？那您怎么没飞升？按理来说，您应该遭受到天劫，然后飞升离开这里才对啊。还是说您压制了自己的修为？三三摇头，他晋升的时候连天劫都没引来，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位面法则上的东西对他似乎没有限制。不论如何，尊上没有事，我便放心了。这次我出关，除了担心尊上之外，还有一个缘由。我在九州大陆已待了近万年，却鲜少察觉位面波动，有外界来人出现在九州。可这一次，位面却一直传来波动，说明已有外界之人越界来到了此地，更有可能还有外界强者的投影也来了。能引起这么大的动静，说明九州大陆一定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除了担心有可能会是您之外，也想出来查探一番，到底是别的什么东西。在进入上京时，我便发现了夏朝皇宫此地传来了异常波动，便来此处查探。方才此地也出现了一些外界中人，不过因为我隐藏了修为，所以他们并未发现我。尊上知道是何物吗？知道。他们要找的是太道皇书残卷其中的太书。什么？他们要找的是太道皇书？可太道皇书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任何上了品阶的宝物所落之处都是随机出现的，所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其出世的地点。为何？不知道，也许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设定吧。设定？毕竟越是稀有强大的宝物，便越是容易随机掉落。金玄皱了皱眉，不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就算了。如此说来，太书就藏在夏朝皇室。若是如此，那外界之人想必也要等着出手了。太道皇书我也曾听闻过，据说这本书乃天地初开之时以三清五行所化，不仅有强大的力量，还能看到过去，能推演未来。而且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道书似乎在上位面神庙的统治者手中。你怎么知道？我也是在一次偶然中得知。万年前我还未来到九州大陆的时候，曾偶然听到过神庙上面的人在谈话间提到过道书，说是推演出了什么好像是说将会只有一个神成为真正的神祇，并成为诸神之首。不过时间太久了，我在九州也闭关太长时间，所以也不能肯定是不是这个。三三关心的倒不是推演出什么，他只要知道道书在神庙那些人手中就够了。若是在他们手中，那他们推演出太书在此地，以及推演出自己没有死，也不是什么难事。3天后出世，原本应当不会出世的，或许是他也感应到了。也就是说，3天后会有一场大战。这个东西我要了。败家小三儿，能帮助夏朝皇室躲过这一劫吗？看来很快夏朝皇室中将会有大事发生了。3日后，
把白家小三儿召进宫一趟。是，陛下。上京街市。哎呀，许久没来凡间市集了，真是热闹啊！自从踏上修炼一途之后，就越发少与凡人相处，尊上应当更少吧？现在多了。凡人的寿命短暂，相处久了，并不是什么好事。人有生老病死，这是他们的命运和生存方式，与我们所求大道相悖。他们有所求，他们所求不过一生短暂且平安喜乐，同志无忧，生活无愁，儿孙满堂，寿终正寝，黄土一抔。而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越少，便越无所求，知道自己寿命短暂，便越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到一切自己所能够做到的事。金玄在听到这句话的一刹那，仿佛突然顿悟了什么。听尊上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解了我万年来未解的迷惑，多谢尊上提点。成为什么样的人，选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的选择，当然也可以选择死亡。尊上所言极是。对了，小金，你说你是万年前来到九州大陆是吗？在你陨落之后，我便来到九州。那时这个大陆还十分原始，很是荒凉，人烟稀少，此地的灵气也颇为奇怪。那时灵气是十分浓郁的，而且又偏僻，也没有外界的修行者，所以我才会选择在此地驻留。不过在我来此之前，确实还从未听过九州大陆这个位面，不过千界位面极多，没听过也属正常。那九州大陆应该属下位面，此地的修行者修为比起上位面的都要低一个大阶。这里的修为顶峰便是无相期大圆满，再要突破便是上面的位面的灵海期了。而且这个位面的法则便是突破无相期大圆满，便会遭到天劫，飞升到其他位面上去。不是下位面。为何？下位面不就是修为的上限，比其他地方更低吗？也有可能是独立的位面。独立的位面？感觉。买糖葫芦。多少？2根。好，可是小姐您这太大了，我找不开呀。没事，都给你。啊？多谢小姐，但小姐给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小的就把所有糖葫芦全都给您了。金玄见状，下意识替三三把整个垛子接过来，生怕这东西会扰到尊上。有这么多钱，傻子才卖糖葫芦呢。哎呀，发财了！尊上，您给的钱也太多了吧？钱财乃身外之物。尊上说的对，是我肤浅了。糖葫芦不是，糖葫芦可以下肚。尊上，这么多糖葫芦，你也吃。金玄一向很听三三的话，所以尊上说让他吃，他便吃了。粘牙，还挺甜的。咦，还有点酸。尊上爱吃这人间小玩意儿，必是因为这东西有不同寻常的地方，所以他要好好品品。相府，几位贵客来府，有失远迎，还请诸位仙长海涵。拜大人言重，您既是小师叔祖的父亲，辈分自在我们之上，不必多礼。什么？小师叔祖？你女儿白三三就是他们小师叔祖。三三是我天玄门贵人，也是我等小师叔祖师爷的干女儿。什么？好了，阿芷还没回来，我带你们去找客房。到这儿了，就跟自己家一样啊，别客气。紫兰看着燕川，印下一点小心思，但叶小寒和云惊风却相视一眼，他们还想要等等小师叔祖。刚好此时白三三也回来了。呀，阿芷啊，你怎么找到路回来的？小师叔祖。我又不傻。他只是不太记路，但又不傻。相府来去这么多次，总是记得住方向的。燕川挠了挠头，他也没说阿芷傻呀，最多脑子不太灵光罢了。小师叔祖，不知您可有见到祖师爷？他说他身份尊贵，不能太频繁出现在你们面前，容易丢份儿，所以他没过来。三三明白小金的想法，想摆摆谱，这孩子呀不接地气。三三呐，你是妹妹，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就成了他们的小师叔祖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祖师爷曾经是我的小弟吧。叶天呢？回主子，叶公子在您离开后不久便疗伤醒来了，在看到您不在后他就走了，说是他仇家众多，担心会连累到我们。也好，不过他说等他解决完仇家便来找您。问完叶天，三三也便准备回房了。临走的时候还是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现在还有点蒙圈的白旭安和白子轩。你们别想太多，若是觉得难以接受，那我便离开这里。三三怎么说话呢？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我闺女，
这就是你的家，你离开哪里去？是啊，妹妹，哥哥只是吓了一跳，没有难以接受，就只是吓了一跳而已，就像出门的时候忽然被人跳出来吓到了一样，有点意想不到罢了。三三，你不要误会啊。三三看着他们焦急的模样，眼神也微微动了一下。你哥哥说的对，三三，你永远都是我们的亲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什么人，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即便你要去做什么事，亦或是将来要去什么地方，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我们永远都在等着你回来。永远会等着我回来。好。好了，乖，快去休息吧，等会儿让厨子也多做些好吃的，给你和天玄门的朋友们送过来。三三点点头，便带着四月转身慢慢走回自己的院子去了。爹爹，妹妹真的会走吗？三三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在易小峰他们住在相府的这2天里，每日都会去三三的院子请安，但易小峰却每日对白三三格外殷勤，早中晚3次固定到白三三这里报道，而且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小心地问一句：小师叔祖，听说您答应给洛平长老炼制7品法器，您打算什么时候炼制啊？还有空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小师叔祖啊，我前段时间又酿了些酒，再过些年头便能十分美味香醇，即便是在100里之外都能闻到美酒飘香啊！知道小师叔祖喜欢喝酒，所以这一次呢，我特意酿的多了些，到时候小师叔祖若是再要喝酒，尽管喝个尽兴啊！我素来喜欢饮酒，只不过不得多喝，喝多了容易打拳。没关系，我那清红峰草木长得也快，若是小师叔祖喜欢喝酒，便在我清红峰饮酒便是，大不了让弟子们都来搬砖便是了，正好锻炼锻炼他们的体魄啊！你想要法器？那个，小师叔祖这么问，我也快不好意思的。你想要几品？小师叔祖，这还能选吗？只能1到12品。您的意思是说，您还能炼制7品以上的？不难。哎呀，我还以为小师叔祖最多就能炼制7品的法器了，竟然还能炼制更高品阶的，12阶都能炼制8品。我还以为你想要12品呢。那可不敢，12品以我现在的修为也不合适。虽然12品法器固然厉害，但也想必更麻烦小师叔祖，让小师叔祖费心费神，所以就不必了。好，那便8品。真的吗？他立刻跪地叩首，多谢小师叔祖。要知道8品法器在九州大陆上都是一件难求，以后他还不横着走了？明天给你。明天？那晚辈便不打扰小师叔祖了。说完就赶紧风风火火地跑出了兰心院。4月刚进来就差点跟易小涵撞上。4月失职啊，若你没什么事，便不要去打扰你主子，知道吗？说完这句话，易小涵便快步走了。主子，师伯他怎么了？总这么急？不知，可能是尿急吧。主子，刚刚厨子做的桂花糕，我给您带过来了，您尝尝。小川呢？被紫兰师伯拉去比武去了，不知道在哪儿打呢。4月神情古怪，怎么了？紫兰师伯这次好像跟之前有点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看燕川的眼神不一样。以前在天玄门的时候，那眼神恨不得杀了燕川似的，这一次反倒是温柔了不少，而且老悄悄盯着燕川看。说着，4月发现主子抬头看着院子里的一小片桃花林。主子您看什么呢？开花了。是呢，如今的3月天正是桃花开的时候。主子，小魂还没醒过来吗？应该快了。小魂下一次醒来应该会长大一点，好歹吃的都是灵海期以上的强者的魂魄，这次进阶之后，小魂应该就会达到玄级了。这帮完犊子玩意儿，天天飞来飞去，真以为自己多厉害？要搁老夫巅峰时期，一口就是一个。也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阿芷的仇家。他转身准备回去，弱柳扶风般倒向了燕川。燕川见状，赶紧双手往紫兰肩膀上一推。我可什么都没干呢，你看呐，我双手清清白白。老夫向来是一个守身如玉、洁身自好的人，绝不会趁人之危，所以今天就别找老夫比武了。老夫今天不打架。燕川现在就怕被紫兰讹，之前天天想着砍死自己，现在怪怪的，时不时就想往自己身上倒。哼，真以为他傻吗？这种碰瓷的行为，你以为他不懂吗？真是愚蠢的女人。这个不解风情的臭男人。主子，您出关了。老早就在院子外面守着的易小涵一个箭步就冲了进来。小师叔祖，您出关了，饿不饿？渴不渴？累不累啊？
要不要晚辈给您捏捏？师伯这也太殷勤了吧。这些都是晚辈为您准备的，小施叔祖快尝尝，别饿着了。你们的东西。接在怀里的易小寒终于松了口气。乖乖，就算小施叔祖再怎么不在意这法器，那也是法器，就这么乱扔，小施叔祖当真是一点都不当成宝贝。不过怎么有2把？小施叔祖，这1把7品，1把8品，顺便你带给洛平。多谢小施叔祖赠法器针，晚辈感激不尽。顺便了。他正打算炼丹，反正都要用火，炼点7、8品武器也是顺手的事儿。无论如何，多谢小施叔祖。小施叔祖日后若是有什么吩咐，我易小寒万死不辞。你这么对你们掌门说过吗？那倒是没有，掌门师兄又不会给我高品法器。哦，妹妹，宫里来人了，是陛下召你入宫的。也好，反正也要过去。陛下突然召你进宫，也不知所谓何事，若是有什么便回来要与哥哥说。陛下这次特意吩咐让你一人去，哥哥不能陪你，所以三此行要自己注意安全。好。你叫我来有事吗？你知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吗？这里将会有东西出事，而且应该会有一场争斗。你竟然知道？所以你找我来是为了这件事吗？哈哈，三三跟子期的关系很好。听到这2个字，三三平静的眼中也微微起了一丝涟漪。子期，哈哈，如此看来，朕当初为你和子期指婚倒是指对了。指婚？你以为你能左右我做事吗？这个，若是你不愿意，你跟我说，我马上给你们取消了。倒也不必。夏帝松了口气。我夏朝先祖曾留下一道预言，也让我们段家保守着一个秘密，以及守护它。这个秘密便是在我们夏朝皇室之下埋藏着一件东西，而我们段家便是守护这样东西不被外人所知。而那个预言便是，若有一日那样东西引来了我夏朝，甚至是九州大陆无法抵御之人，那么便意味着大劫将至，我段家和夏朝也许都将无法幸免于难。可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只知道那样东西对我段家明明是不幸之物，却又要依照先祖遗言守护着它。我如此说，你听得懂吗？你的意思是担心这样东西会为你们引来祸端？唉，确实如此。而且最近我皇室中的几位高手也都察觉到，近来上京已经有一些无法抵御的强者靠近了。三三了然，看来他说的应该就是太道皇书了。夏帝从袖中拿出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也是先祖曾留下来的，说这个或许与那地底之下的东西有些渊源，但放在我们段家这么久，也无人知道这到底是何物，又是做什么的。今日我便将它交于你。给我？若是子期还在的话，或许我会交给子期，但子期不在，交给你也是一样的。在三三接过去的一瞬间，夏帝突然感觉到漠河好像发烫了一下。你方才有没有觉得这盒子有点烫？没有。那奇了怪了，我怎么觉得刚刚自己被烫了一下？就在这个时候，守宫的宫殿之外的四月突然抬起头看向了天空，整个夏朝的上空都布满了霞光，仿佛有一种冲天之力从地下出来。这是上古之物出世之前的上古之力外泄。就在此时，数道强者威压也朝这里逼近，眨眼之间，这威压便如一张千钧巨网从天而降，压向了他们。夏帝也紧压了一下胸口，感觉到有些不适。三三指尖捏了个诀，广袖一挥，宫殿外便被罩了一层结界，而夏帝方才的那种不适感也消失了。不要出去，便缓步迈出了宫殿。主子，阿芷，我刚刚瞄了一下，虽然都压制了修为，但有好几个大师和化劫期的。呸！他妹的，打不过呀！三三嗯了一声。阿芷老大应该不用担心吧？他虽然是灵海期，但他杀神魂期的不跟玩一样吗？大化劫和大师应该也能打吧？能打得过吗？不知道。要不咱抢了东西就跑吧。好。诸位，此物我神庙拿了，还请诸位不要多管闲事。在神庙的白衣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却并没有人搭理他。神庙虽然强大，但也不代表他们会为神庙失去自己的机缘。那是神庙的人，挺嚣张的。很是嚣张，所以等下打起来就先杀他们。不对，先杀这些狗娘养的。哼，嚣张，也敢在我白老大面前嚣张？知道上个在白老大面前嚣张的人是怎么使的吗？此人是投影。投影？就是其他位面修为贼高的，如果随便去其他位面的话，是会受到天道惩罚的。
所以就会用元神分身的方式去到别的低位面，这就是所谓的投影，也就是真身的影子。原来如此，那你怎么知道？老夫是什么身份呢？要是连这个都辨别不出来，还怎么混这么久啊？不过这些人还真舍得下血本啊！想要来九州大陆没这么容易吧？穿越位面可不是说穿越就穿越，需要特定的时间以及传送阵法，而且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受到位面法则限制，到一定时间便会被驱逐，同时结一次传送阵法便会损耗几十年的修为，修为越高的人损失的修为也就更多。看来这次为了拿到这玩意儿还真是拼了。怎么还不出来？就在三三刚说完这一句的瞬间，一股磅礴之力突然冲天而起，所有人都被这股冲天的力量吸引住了目光。此时叶天也刚好来到了此地，他刚刚还在被仇家追杀，幸亏跑得快。不过等等，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意识在指引他，把他往这个方向引。很快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师父，叶天，别管你师父了，你快看，你的机缘来了！天哪，这是上古之物啊，难怪会引起这么大的动荡，连外界的人都来了。只见随着一阵金光迸发，整个夏朝皇室都在颤动。不只是夏朝皇室，整个上京都在抖动。三三皱了下眉，指尖再一次捏了个诀，旋即将整个夏朝皇宫都布下了一层结界。小月加固，四月立刻上前一步，心中默念心法，立刻在周围布下了一个幻域。蛟族人的幻术所布的幻域配合结界，会使整个结界更加牢固，不仅把整个夏朝皇宫都单独独立成了一个空间，同时还能够在这其中使用幻术，令他们产生错觉。就在此时，一本金色的书也伴随着金色的光缓缓地升空而起，瞬间便有数道人影朝那本书飞去。可与此同时，夏朝皇宫的地底下突然出现一股巨大的吸力，飞过去，凡是靠近那本书的人全都被那股巨大的吸力吸进去了。而那本金色的书依然在空中，没有任何人能靠近它。又有几个强者飞上去，甚至在空中便已经大打出手，强大力量震得仿佛整个天地都在抖动，可依然还是没有靠近太叔，便立即被那股巨大的吸力吸向了地下。在坠落的瞬间，有人妄图解开自己的修为封印，想要用自己的修为脱离困境，可在解开封印的瞬间，接近地面的那一刻，便顷刻之间灰飞烟灭。顿时所有外界修行者不敢再妄动。怎么会这样？上古之物对他们这样的修行者都恐怖至此吗？他们不敢再妄动了，就连神庙这边也暂时不敢再妄动。小天，你去抢，这或许就是你的机缘。修行一途本就是与天斗，与死相斗，步步惊心，危险和机缘并存。若你想要它，就绝不能犹豫。林老沉声道：师父也在，看师父要不要吧。若是师父不要，那我再拿。你脑子里别整天都是你师父师父，你师父那么厉害，要这个有屁用啊！不许说我师父。所有人都在等着有个人能拿那本书下来，如此他们便再从那个人手中夺过来。小川，阿芷，你该不会要去吧？呀，这多危险啊！万一你也被吸进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那道身影在接近那本书就会被吸入地底下时，他竟然直接过了那道线。三三直接伸手拿到了那本书，这么容易？何方妖女竟敢抢夺上古至宝？此声一出，便已有人朝白三三飞过去，想要动手将东西抢过来。在这些人飞过来的那一刻，手中破天乍现，顿时燕川和四月也同时飞身而起。师父，同时朝那边飞过去，挡在了三三的身前。尔等外界之人竟在九州大陆行此勾当，莫不怕遭受天道惩罚？阁下看来也已是入道之人，我劝你还是莫要多管闲事，珍惜修行道行，否则你这万年修为怕是要毁于一旦。不错，不让开的话，就莫要怪我们动手了。那便试试，正好老朽也已经数年未曾动过手了，今日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小金退后。金玄听话的点了点头，往后退下，把位置让给了白三三。三三缓缓举起破天，冷冷出声：先杀他们。他的话还没落下，燕川和四月已经朝神庙的人发起了攻击。与此同时，想要夺三三手中之物的其他外界修行者也朝三三发起了攻击。叶天和天玄门众人很快便与这些人打斗在了一起。紫兰和易小寒在九州大陆已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强者，可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却已经是落了下风。但好在对方压制了修为，所以他们暂时勉强还有一战之力。唯有金玄才真正是与外界强者同等级的存在。叶天虽然在这些人面前修为低微，
可却是能够越级战斗的，且有越战越强的趋势。将太书交出来！三三拂袖间横刀劈出，那人头颅竟直接飞了出去，众人皆惊。三三拖着滴血的破天，一步一步踏在空中往神庙的方向走去。在空中每走一步，那双不足一握的小脚下便盛开出一朵血色的莲花。一步生一莲，一步死一神，神女白芷。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万年前的那一场大战，天地昏暗，八方四海一片混乱。他有幸目睹那女人从人间缓步走来，手撑一把古伞，带着灭天绝地之威，脚下血莲绽放，步步生莲，步步生杀。登天是神，天地寂灭，是神而封神，那便是神女白芷，一战成神，一战封神。可看到眼前走过来的那小女孩，他又有些惊疑不定。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死了。神境之下还敢如此狂妄，哪怕你就是他，今日我也要将你诛杀在此。主子能打得过他吗？打不过。而且以他对阿芷的了解，阿芷有个毛病，不管打不打得过，说话都一样嚣张，所以根本让人搞不清他现在到底能不能打得过对方。神庙出手了，青雷震印，这是大士气的强者才能够修炼的天阶绝技啊！即便压制了修为，力量却依旧如此强大，那女娲必死无疑。区区九州大陆的修行者，又怎么能跟神庙抗衡呢？不，我觉得那女娲有点不一般。你们看到她刚刚脚下盛开的血色莲花了吗？我听过一个传说。我也听过。不可能的，这女娃娃骨龄才堪堪不过10岁，那一位早已陨落，灰飞烟灭了。三三看着飞来的巨型阵印，手腕一动，飞身便停滞在了空中。在那阵印逼来的那一刹那，他身姿看似缓慢动了一下，可却已经横刀劈出了一道破空之刃。不止一道，又一道破空之刃飞出去，速度竟比第一道还要快，直接追上了第一道气刃。第3刀、第4刀，一道劈出的气刃比一道快，威力也一道比一道强横，根本看不清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金属颤音刺激着所有人的耳膜，三三掌心猛推，冷声一喝，去！万刀齐飞，直撞逼来的青雷阵印。青雷阵印竟直接被那磅礴刀刃之气给穿透，直接逼向那白衣男人而去。无论你是谁，今日我都要杀了你。他心中莫名惊慌，旋即周围的气场暴涨，强大的力量如飓风席卷。三三眉心轻凛，而他手中一道掌印已朝他击过来。三三飞身闪躲，却还是吃了那一掌的攻击，嘴角也溢出了一丝血。原来是大士期大圆满，难怪投影都这么强大，神境之下都不是他的对手。当然，目前的三三也不是，还差一点。虽然三三能够越阶，但重新修炼的时间太短，这已经是他能达到的极限了。既然你知道，就乖乖把东西交出来，我还能给你留一具全尸。修炼了10几万年了吧？如此愚钝资质，10几万年还无法成仙，多半是废了。嘴角的血丝也从嘴角落到他手中的破天刀刃上，顿时破天刀刃如再次开封了一般，变得锃亮无比。你到底是谁？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可却还是不敢相信。我说过，死人不配知道。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旋即再一次朝三三发起了攻击，二人迅速交手，打斗在一起。金玄见状也想去帮忙，可却被其他人缠住了。四月也身受重伤，在一个人攻击逼来之时，燕川迅速飞起来，龙尾将四月卷到自己身上。小月月，我没事，看看主子。燕川马上看向了白三三，眼里也浮现出了担忧。那人压制了修为，所以跟阿芷交手的时候不一定能占到上风。在压制了修为的情况下，二人应当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比他还要强。但现在这个家伙已经悄悄地解封了自己的修为，为了逃脱位面法则的监测，所以他在一点点悄悄地解封。三三也察觉到了，可是以他目前的实力，杀这个人有点费劲。但若三三真想斩杀，也并非不行。释放出自己的元神体，以灵智空间为依托，恢复神境，但那样会自损，且有极大的可能自己的结界会承受不住，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用这样的方法。胸口骤然一痛，三三身子从空中飞落，在落地那一瞬间，对方又再次逼近。三三迅速旋身而起，破天在他手中转了一圈，再次劈出一道弧形的气刃，所及之处皆夷为平地。白衣男人也有些惊色。这到底是什么刀？看似平平无奇，却能发挥出这么强的力量。燕川看到三三受伤，
不要脸的东西！他顿时以庞大的龙身本体想要甩开攻击他的人。该死的妖龙，今日我要杀了你！当初就是你吃了我的灵手，还杀了我师尊。妖龙燕川受死！燕川从前得罪了不少人，当他现出真身之后，这些人便盯上他了。燕川怒了，要不是这些人看他现在还没到巅峰期，他至于受着鸟气？这些人无非是想要趁火打劫，想要收服于他。别以为他不知道这些肮脏的凡人打的鬼主意。四月在看到三三受伤之后，立刻释放出幻术，巨大幻玉朝着白衣男人覆盖而去。小鲛人也敢在本尊面前造次！一股强大的力量顷刻从他身上迸射而出，撞向幻玉，直接将其击困。四月吐出一大口血，身体也从空中坠落了。小月，刚好此时叶天也欲朝三三飞过来。就在叶天飞来的瞬间，原本被三三收起的太叔又离开他的身上，出现在了空中。当时金光大盛，而地面又一次出现了先前出现过的漩涡。四月喊了一声，便立刻被那漩涡吸进去，消失不见了。同一时间，叶天也被那漩涡吸进去了。师父！三三没有丝毫犹豫，没有管太叔，直接冲着地面的漩涡飞过去。眨眼间，就连三三的身影也消失在了漩涡中。阿芷，师尊！燕川本想也一头栽进去，但想到自己进去了，岂不是便宜了这些人？他也跟阿芷有感应，只要自己没死，阿芷就不会有事，所以他并没有进去。小师叔祖有危险，若你小师叔祖都无法出来，那你进去就是必死无疑。他也担心尊上，可他也知道，以尊上的实力都无法出来，那他们进去也是白给，说不定还会添乱呢。躲在大殿中，感受着外面一阵阵震动的下地，丝毫不敢动弹，也不知外面现在如何了。他心中忧心不已，最后干脆躺下睡觉了。能克服恐惧和焦虑最好的办法便是睡觉。在三三他们被漩涡吸入之后，太叔也不见了，所有人都盯向了漩涡，可却没有人敢跳下去。但很快他们便将目光移向了燕川，眼中也出现了贪婪。妖龙燕川的前身那可是上古神兽，在巅峰时期是能够与神相抗衡的，而现在的燕川显然没有恢复真正的实力，若是在此之前先把他收服，那便能为己所用。尔等外界贼子，竟如此卑劣下作，又有何面目修行天道？竟然如此这般对他的小师祖，他小师祖还是个孩子。神庙那白衣男人在见到太叔消失之后，神色也变得格外难看，他立刻从身边抓了一个神庙的使者下去探探。说罢便将此人一掌打入了漩涡中。那人还没反应过来，便落下之后立刻被吸进去了。旋即白衣男人目光移向了燕川，既然太叔暂时不见了，那么收服一头妖兽作为神庙的受宠，我想神尊阁下们应当也会很高兴。而此时三三被那巨大漩涡吸进去之后，便进入到了一片空境，而在他的周围躺着好几具尸体，这些人就是先前被吸入进来的外界修行者。这里应该是太叔所形成的领域，方才估计是叶天触发太叔的隐藏剧情，所以才会将他吸进来，也把小月带进来了。叶天他并不担心，他担心的是小月。汝是何人？身上竟有上古之威，神之元魂。三三广袖轻抚，他未开口，可清冷浑厚的声音却从他的元神发出：吾乃荒原神女白芷。顷刻之间，空境上空便出现一排小字：荒原乃千界中最高等级的神之位面中最荒芜之地。10万年前，一位人间修行者登天弑神，以凡人之躯诛杀神祇，乃数万年来罕见的一场神人大战。大战之后，数位仙神陨落，而那位人间修行者第一次出现在神之位面，已是神格。此人名叫白芷，从此入主神之位面荒原神境。那行字像是在一本书中查找他的生平。这是我成神之前发生的事。他成神之前的记忆是一片虚无，他从来不记得。可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三三又能肯定，这就是他成神之前发生的事。他回忆起了那本小札中的记载，在人间苏醒的那一刻，他便成神了。也就是说，他后来坠入人间濒死状态是大战遗留下的。空间的小字好像似乎还要再继续出现，但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才出现了几个大字：无权限读取。这太书到底还有没有用啊？该不会是盗版书吧？显然对方也想对他做点什么，但似乎都没什么效果。你给我听着，说我家小月死了，我也会把你撕了。
我知道你已产生灵识，听得到我说的话。小月少一根头发，你都不会再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整个神境晃动了一下，没有人回答三三的话，但三三知道制造这个漩涡的那个东西听到了。他继续看向了身前那张如水波般动着的镜面，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吸引着他，让他一直想要进去。他脚往前一抬，伴随着他的身子进入了那一面水镜，从另外一边出来的时候，再迈出的却已是一双少女的足踝。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上，竟然是元神体。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在山间习武修炼，虽然年纪很小，却有着极强的天资。他嘴角微咧，那是阿芷，是他自己。他看到了他拜入山门之下，看到了他勤修苦练，还有时不时会偷山门的好东西出去倒卖，看到了他因为过高的修为和夺宝被修行者们满大路追杀，看到了师门容不下他，他成为了一名散修。成为散修之后，依然成为了人人喊打喊杀却又惹不起的对象。小阿芷，你可知天上是有神的？你说能不能修炼成神呢？一道身影开始走近，可三三却看不到他的模样。神？谁稀罕？我这辈子逍遥自在就行。吃不完的肉，喝不完的美酒，看不够的美人，没有打不过的架，没有杀不掉的坏人，还有想抢就能抢过来的宝贝，岂不美哉？你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苦苦修炼，若是连乐子都找不到，那有什么意思啊？男人看着他，没有说话。三三看着眼前的一幕，抬起头想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却像是有一层迷雾挡着，根本看不清。紧接着眼前的画面又变了，眼前的世外桃源变成了一片断崖。三三缓缓走上前，却突然听到天上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悲泣。三三心神一震，胸口的地方也开始产生剧痛，他捂住了胸口的位置，难受得不得了。那是他的声音，而他的眼前也瞬间换了副场景。他看到了那个浑身鲜血的女子怀抱着一个男人的尸体。你们杀了，你们敢杀了他！三三瞳孔圆睁，可他却看不清那男人的模样。而三三的胸口也越来越痛，越来越难受，只有脚踝骨铃声能安抚他此时胸口传来的剧痛。女子在说完那句话之后，整片天都仿佛变了，而她的神色也越发死寂，瞳孔也变得冰凉，失去了血色。但三三从她眼中所看到的是愤怒，是不甘，是对天道不仁的愤怒，对上面这些人的杀戮。我修炼一世所寻的至上大道，竟如此卑劣！你曾说我欠你一颗心，如今我把我的心还出去，让他来治你。同一时间，三三的胸口也传来一阵剧痛，这种痛让他的元神也开始有些不稳。天道无情，四极废物。天道不仁，今日我便自成天道，屠你狗神，替吾行道。同一时间，三三的痛楚在加剧，仿如被什么力量拖拽进了这种意识里。与此同时，他灵智空间中的灵气开始疯狂地流转，整个空间里都在震动。顿时，磅礴的灵气从他身体里喷涌而出，席卷了整个空间。银色的雷电在空中交织，淬打着他的肉体，他整个人都被雷电灵气包裹。炼体，他竟然在这个空间中以强大的太书上古之力来炼体。但刚刚他就察觉到了他在太书当中，并且这股力量想要反杀他。心口加剧的痛让他很快察觉到了不对，上古之力极其罕见，正好他又需要炼体，便释放出自己灵智空间中的灵气，将这上古之力引向自己的身体。同时，灵智空间的支撑也能让他的元神更加强大浑厚，会形成一道十分坚固的护体壁障。即便是这上古之力，也丝毫伤不到他的元神半分。很快，三三的身体在进行重塑，那原本想要击杀他的上古之力，此刻都成为了他的淬体之力。突然，三三眼睛陡然睁开，瞳孔中金光乍现，他的身体竟淬到了半神体。三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骨骼的变化，以及整个肉身的剔透感，而且长大了。三三疑惑，原来他剜心是为了那个人，可是
那个人是谁呢？不是凉凉的了。主子，小月，他们现在都被困在太书里，每个进来的人都能在这个地方看到自己的过去，而这也是太书的杀人方式，读取到每个人的过往，然后找到每个人的弱点进行攻击，人死之后便会灰飞烟灭，灵魂绞碎在这太书之中不得复生。同时三三还感应到在某个空间中叶天正在昏迷着，但要把太书收起来或者从这里出去，三三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三三现在的修为和强大的元神之力强行去撑破这个空间，但这样的话太书也会被他撕毁。你若动手，我就杀了他们，把他们带到我面前，否则我撕了你。那阵声音一阵静默之后，三三的眼前便出现了四月和叶天的身体。小月，我说过若他伤了一根头发我就撕了你。可不是我把他弄成这样的，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再加上他的修为还无法承受住书里面的太古之力，所以应该要死了。还有，我乃太古洪荒时期便存在，你若撕了我的残液便会陨落到千际，到时候再想收集可就麻烦了。要怪你就怪这个家伙，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把你们三个吸进来。这人身上有种奇怪的和我之间的羁绊，我等半天这人把我收起来，谁知道这人根本没动静，反倒是我差点被你给撕了。我的书中记载着，你是唯一一个以凡人之躯能够弑神的人，以弑神而封神的大魔头。我现在无法读取你成神之前的全部记忆，你的元魂历经过万世之劫，神魂融合十分强大，拥有不属于千界的元神之力。四月元气大伤，交魂分裂，现在魂魄正在四散游离。三三立刻往四月嘴里喂了一颗丹药，双手结印，用自己的修为护住他的魂魄，才让四月的魂魄凝聚。你这么厉害，不如将我收了吧。我现在的领域空间无法收起来，除非有人将我收起来，这领域空间才会消失。在此期间，我会杀死所有想要靠近我的修行者。那要怎么收你？不知道。小天，小天，叶天没应他。你喊他做什么？我要你收我。三三皱眉，忽然发现自己空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是那个木盒。他立刻将重伤昏迷的四月纳入自己的空间中的灵泉中，用灵泉滋养，能够护住他的魂魄不散，肉身不腐。旋即他将那洪荒古木盒子取出，在洪荒古木盒子取出的那一刻，他所在的整个空间都开始晃动了。漩涡之处突然金光乍现，阿芷！可就在这时，神庙那白衣男人再次出手攻击燕川，燕川整个身体瞬间撞向了身后残破的宫殿。燕川！就在此时，漩涡消失，一道流光从漩涡中飞出，直接落在了燕川的身边。小川！三三的手按在燕川的身上。阿芷，他母亲的那不要脸的解封了，他奶奶的，要是老夫巅峰时期，岂容这些杂碎如此猖狂？好，我替你杀了这些杂碎。紫兰，你有没有发现小师叔族好像长大了？好像是长大了。你还活着，太叔呢？金玄皱眉，不行，若是这些人完全解封了自己的实力，尊上跟现在就算是已经淬体成了神体，但却压制着不进阶，寡难敌众，就算能打得过他们，也会很麻烦的。对了，拿酒来。易小寒明白了，马上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拿了一壶酒。小师叔族。三三接住那酒壶，他仰面便开始将酒灌进了嘴里。你这酒怎么样？回祖师爷，此酒乃是上好陈酿，后劲儿大得很呢。如此甚好。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不知道啊，但年纪小小能有如此修为，必不可能是普通修行者，莫非是大能者夺舍？三三将整坛子酒灌入喉咙，小脸开始变得红扑扑的了。同一时间，他周身修为也开始暴涨。神庙的白衣男人也发现了不对劲儿，立刻出手，他的封印也就在这个时候全部解开。他也只敢在短暂的时期完全解开，怕被天道法则发现。所幸这里有人布下了强大的结界，能够让他短暂的隐藏。在那男人即将靠近的时候，一股更加强横的力量扑面而来，这是进阶的时候所产生的天地灵气。糟糕，要进阶了。三三原本在太书当中就应该进阶的，但他压制了当时的进阶，因为他再一次进阶，他的元神所带来的力量会撑坏这个位面，这个位面不会制裁他，但却会对这个位面造成影响，所以三三强压着不让自己进阶。可没想到喝酒之后修为暴涨，让他压着的那层壁障也压不住了，竟然直接就进阶了。小师叔族进阶了。天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浓郁的灵气。他要进阶了，快，现在是好机会。可才刚靠近他的3丈领域之内，便被一股可怕的力量击飞了。白衣男人也不再等待，立刻飞身凝聚着真气，以大师期的修为直盖向白三三。白三三眸中泛起一道寒芒，在他飞来的那一刻，三三的身子也骤然升向了空中，毫不犹豫的一刀斩出。当这一刀的力量与那掌相撞，大师期大圆满的一掌竟直接被劈开了，他的手掌竟被劈成了2段。是你，荒原神女白芷。是，又如何？
而金玄则赶紧往后退。见到祖师爷都在往后退，紫兰他们也立刻往后退，躲在了祖师爷的后面。燕川也从废墟中往一根柱子后面爬，想躲起来。虽然自己是阿芷的血气兽，但难保不会殃及池鱼，他还是躲起来的好。去死吧！你敢杀我？我是神庙的人，你知道你得罪的会是谁吗？我连神都屠得，屠你又如何？就在这时，破天一刀挥杀。白衣男人整个肉身都被砍成了2截，在白衣男人被斩杀的同时，他的肉体也顷刻消失了。一道紫色的光从他消失的肉体中飞出去，那是投影分裂出的元神。想跑，破！他的结界立刻消失，瞬间天地位面法则汇聚，天雷滚滚，想要逃离的紫色元神也在瞬间被位面法则劈了个稀碎，顷刻灰飞烟灭。所有的外界修行者在结界去除之后，都遭到了位面法则的惩罚。金玄活了几万年，这辈子都没见过几十个人一起遭雷劈的，眼前的场景就连他都感到骇然不已。而且他发现九州大陆的位面法则威力也变强了。然而更神奇的是，位面法则如此强大可怕，但除了此地，其他地方竟然都没有遭受到破坏。他这才发现，原来在天雷滚下的瞬间，小师叔组已经再次布下了结界，护住了除此地之外其他所有的地方，单独将此地作为了位面法则惩戒之地。燕川也愣愣地看着空中，炭烤人肉，好可怕！祖师爷，这到底是什么？位面法则的惩罚，但这样的位面法则惩罚是我所见过最强的，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惩戒的力量竟然还是加强版的，他突然有点不明白了。九州大陆不就是一个下位面，但这样的惩戒威力，即便是上位面也不见得有吧？难道说当真应了当初尊上所说，九州大陆不一定是下位面？而三三此时小脸也全都红了，酒劲儿彻底上来了，他身上的强大真气也肆无忌惮地开始往外喷涌。烧烤。但就在此时，位面也开始产生了不稳的波动，整个九州大陆的人都能感觉到地面在震动。不好，阿芷现在真气一出，太强了，这个大陆有点承受不住，但是不应该呀。按照常理来说，阿芷难道不应该被驱逐出去吗？就算不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啊。燕川突然想到，阿芷每次出什么事的时候，灵芝空间里也会受到影响。难道说阿芷和九州大陆之间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阿芷，快停下！你真气一出，元神太强大，九州大陆驱逐不了你，会产生法则矛盾，会崩裂的。爹爹，我去一趟皇宫，小心。白子轩郑重嗯了一声，立刻出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恐怕是有修行者在交手，如此大的动静，我从未见过。老头子，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小川的血灵珠。这玩意儿吗？三三手一下握住这颗血灵珠，另一只手直接附上去，强大的真气让血灵珠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亮度，但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什么反应。不动，砍死你！在破天和血灵珠发出一阵金属颤音的时候，瞬间整个空间传来一阵剧烈的颤动，三三所在的地方也陡然迸发出一道强光，而强光过后，三三和燕川都消失在了原来的地方。与此同时，原本发生异常的位面也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都没了，刚刚他们还在打架呢，这会儿人都没了，就连尊上也不见了。小师叔组他们呢？小师叔组去哪儿了？按照时间来算，现在正是那酒后劲儿大的时候，小师叔组该不会去什么地方撒酒疯去了吧？恐怕是用什么方法离开了九州大陆。就在刚刚尊上消失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了尊上传音给自己的几个醉醺醺的字：好好看着九州。而此时天上的异象也消失了，正赶到皇宫外的白子轩勒住马停下来，抬起头看着天，目露疑惑。同一时间，在距离上京城100里之外，一队向上京行进的马车也停在了原地。国主，异象消失了。三三，他从看到上京城传来异象的那一刻，便马不停蹄地朝这边赶来。直觉告诉他，那样的异象或许跟三三有关系，但路途太远，直到现在还未到上京城中，异象也消失了。那他呢？他不会有事吧？速速赶去上京城。是。玉竹话还没落下，自己已经率先朝着上京城的方向飞过去了。而整个皇城唯一完好无损的地方，便是三三用结界护住的夏帝所在的大殿。陛下，陛下，打完了，人都没了。打完了，人都没了。是的，人都走了。朕刚刚做了个梦，梦到朕的皇宫全都没了，被夷为平地。既然打完了，那就好，应该也没事了。傅公公没说话，只是沉默了好一阵。刚刚他出去看了一眼，那场面，算了，还是等会儿让陛下自己出去看吧。那白家小三呢？白家三小姐也不见了，都不见了。什么？三三此时的意识已经陷入了一片昏沉沉之中。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有用吗？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就是打劫。我们吃了那么久的雪地野兽，老子都吃腻了，现在老子要吃人，吃人的食物。哼，还打劫？这破地方有人吗？啊，好烦呐！要不是主人还没醒，我才不要在这里。没有魂魄吃，好饿啊，好饿啊，好饿啊！以阿志这一次醉酒和进阶的程度，不睡个10年8年的应该醒不来。听说很久以前他还是神的时候，就经常睡个千800年的。啊，那我还要等主人好久好久好久。在我的书中是这么记载的。有人呢！你们看，那是不是个人？小魂无语，好好一条龙，偏要搞什么打劫？飞过去把它吞了不就好了？切，你懂什么？太叔脑子不好，会不会被臭蛇给带坏？算了算了，反正不关我的事，最好到时候主人把他俩都赶走，这样就只有我留在主人身边了啊！这样好。看着，让老夫打劫一个给你们看看。站住！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燕川回忆了一下人类打劫的样子，算了，都想不起来了。他怒喝道：“把你的吃的都给老夫交出来！”叶安手腕翻转，手枪瞬间出现在他手里，枪口对准了眼前的男人。你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老夫干嘛跟你说？把你身上吃的东西都交出来，否则老夫就吃了你！吃人？叶安冷眸微眯，看来这个家伙是个食人族，或者不是人类。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直接把这个人杀了。他手指一动，子弹瞬间就射出，燕川闪身躲开了那枚子弹，而在他刚刚所在的位置，已经被那枚子弹射出了一个弹坑。燕川皱眉，这什么法器？笑魂眼底冷郁，旋身便出现在了燕川身边。海叔见状也跟了过去。你那是什么东西？我想吃它。好强的精神力量，好厉害的魂魄，好馋，好想吃。叶安察觉到了那个冷郁少年对自己所产生的杀意，发动自己的精神力，手中立刻拧出了一把武士刀，五指旋握，武士刀上也发出了一阵锃亮的光。是修行者？不是，无任何修为。管他的，抓住再说。老夫已经馋好久了，他身上肯定有人类的食物。燕川说完便飞身朝叶安扑过去，可谁知那人忽然消失在了原地。燕川立刻转身，身后武士刀便已朝他砍杀过来。燕川惊异之下立刻躲开了武士刀的攻击。燕川也被激起了好斗的热血，他也没有动用自己的妖力，竟然以肉搏和他打斗了起来。这个女人打架好好看呢，就是有点凶，比主人还凶。哎呀，你又是什么东西？燕安跟燕川打完一架之后，反而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想偷袭我？那是老夫还没有用出真正的实力。燕川冷笑，根本不认输。但燕川也不敢肯定自己若是用出自己真正的实力，能不能打得过这个女人。他有妖力，但那个女人身上也有一种很奇怪的力量，他没见过。但嘴硬的时候必须嘴硬，阿芷就是这样的，大佬做派嘛。没用的臭蛇。可就在这个时候，整座雪山都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动，旋即几个浑身穿着兽皮的人影突然从雪地里飞出来，二话没说，直接就对他们几人发起了攻击。我靠，都是灵海期啊！双方也没有继续战斗，而是全都统一对敌了。只见那一身黑色作战服的女人迅速从背后取下那个奇怪的武器，飞速在手中组装，一颗炮弹从她手中的武器里发射了出去，瞬间地动山摇。燕川三人都有点震惊，而就在此时，整座山都开始摇动。该死，是雪崩！想活命就跑！我的妈呀！但雪崩的速度极快，眨眼就已经碾伤了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流光从远处划过来，旋即落在燕川他们的面前。阿芷，主人！三三双手结印，立刻在他们周身布下了一层结界。三三飞身而起，纤玉手翻转，一股强大的力量便向四周散出。紧接着，雪崩也戛然而止，一切都被平息下来了。这破雪崩差点没跑脱！刚刚杀出来的修行者又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还敢偷袭我们？等一下就让黑煤球把他们的尸体刨出来吃了！哇，阿芷，哎呀，你醒了！哎，你还长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是什么地方？阿芷，刚刚他打我，还踹了我一脚呢。踹你又没死，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也是啊。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呢？叶安表示，这些人怎么感觉脑子好像都不是很正常。这里是冰河界？对，是冰河界，就是那个，算了，你说。你又是什么东西？该不会是小川拐回来的吧？我是书啊。书？太叔的肉身忽然消失，便化作一本书出现在了三三手中。
太叔，冰河界是距离灵界最近的一个位面，并常年被冰雪覆盖，没有四季酷暑，亦乃修行者位面。此地修为以灵海期为起点，属于千界位面中的上位面，但此地人烟稀少，物产稀少，环境恶劣，所以修行者也甚少。注意，此地常有雪地魔兽出没，独自修行要注意安全。原来是冰河界。阿芷，你来过吗？不记得了，当我没问。不过像这种还没发育完全的位面和大陆，通常都是由于位面挤压而形成的中间地带，所以冰河界就相当于位面之中的夹层，亦可以说是角落。那刚刚那些人偷袭我们干什么？燕川疑惑，叫上小魂一起飞回雪地里去掏人了。太叔又从书变成了人的模样。我说完了。这孩子好像智商不太高，因为他曾经也有个人工智能的伙伴，所以对于这个少年的形态转换和功能也没觉得太诧异。残眷是这样的，所以脑子也是残缺的。脑残是吧？这里是修行者体系的位面之一，冰河界。你是穿越来的吗？算是吧。就在这个时候，燕川和小魂也回来了。原来雪崩的威力这么大呀！那些修行者全都死了，黑煤球过去就收了个尸。其实本来他们没死，后来神女出手的时候，就顺便把他们也杀了。而且冰河界的人太少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修行者只要发现有外人出现，都有捕猎的习惯，抢夺宝物或者吃掉什么。原来是这样，看来带本书出门是有点用啊。人家本来就有用。就在此时，突然附近雪地里窜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三三广袖抚出一道气劲，而那女人同时手中出现了银色的手枪，气劲和子弹几乎是同时落在了那个庞然巨物身上。是只雪地魔兔。是我先。虽然事实上是同时击中，但总要争个先后。我饿了，你饿了吗？可以一起吃。阿芷怎么好像对这个女人很有好感的样子？她从没见过阿芷主动邀请过别人做什么。刚好我也饿了。1刻钟后，他们一行人已经在一个山洞里升起了火。看起来你们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你是哪里人？你好像不一样。燕安把手里的烤肉先给到三三手里，三三也没客气，直接将烤肉拿过来，开始细嚼慢咽起来。你看着我做什么？我有个伙伴跟你一样是个小吃货，